咱呢，先不给他们打电话，回古城。咱先跟世杰商量商量，得咱们的意见一致了再说。这回，咱可不能再让丁元英牵着鼻子走了。咱现在就去找欧阳雪，马上召开股东会，据理力争。如果他拒绝求和，咱当场退股。董事长，怎么了？乐盛公司把咱给告了。你们什么意见？这事儿是秃头上的狮子明摆着的。乐盛公司提出的是600万的损害赔偿请求，这600万对咱小小的格律诗公司来说，就是一道迈不过去的诉讼门槛。咱们怎么可能打得起这么天价的官司呢？打赢了，打输了都是死。既然咱打不起也输不起，我们3个商量个意见，求和。格律诗公司拿出最高规格，董事长和我这个总经理亲自去深圳登门道歉，附带10万道歉礼金。当然了，这次求和不一定真的走得通，走不通了，咱再另做打算也不迟。只是丁哥他一直没少给咱帮忙，这次就别再打扰他了。求和可以，但是道歉我不同意。做生意嘛，就是竞争。再说了，咱们的成本是真实的，事实上音箱也赚钱了，只不过是赚多赚少的问题。道歉没有道理。董事长，这都刀架脖子了，咱们就别硬撑着了。你撑得起，我们撑不起啊。你就为我们受点委屈行吗？董事长，公司从组建到现在，有很多事儿丁哥跟我们的意见不一致，这你也是知道的。但是所有的事儿从来就没有一次采纳过我们的意见。现在是非常时期，公司毕竟是咱自己的事儿，这次求和不管是对是错，希望董事长能够给我们这些小股东一次机会，哪怕就一次，也算董事长承认我们这些小股东的存在。董事长，丁哥的决定肯定有丁哥的道理，无非是想借乐盛旗舰的影响打格律诗的品牌，也是为公司好。如果求和能避免打官司，那咱们不是既省了一大笔诉讼费，又达到了目的吗？其实道个歉也没啥，这人这一辈子，谁还没个低头的时候啊？如果一定要道歉，只能按照商业摩擦的不愉快道歉，性质是私下调解协商，不能按照违法道歉。是不是违法，那得法院说了算。如果乐盛不是想置咱们格律诗于死地，我想这个结果他们应该可以接受。如果乐盛公司非要把格律诗置于死地的话，道歉和礼金不但不解决问题，反而就等于格律诗自己承认了不正当竞争，那时候会死得更快。也有道理。我同意。我也同意。行，那就这么决定了。我和董事长去深圳，刘冰去北京守摊子，世杰去订明天的机票。好，请董事长把10万元的支票准备好。喂，我是赵谦。
什么？葛律师来人了？是董事长、总经理。啊，知道了。林总和我在一起，待会儿给你回电话啊。董事长，您这是美学的哲学呀。董事长，有个情况。董事长，葛律师来人了，一个是他们的董事长欧阳雪，一个是总经理叶晓明，他们现在就在公司总部的接待室，方秘书正在招待他们，他们是来谈和的。谈和？他们什么时候接到的起诉书？他们应该是昨天下午接到的起诉书。这么快就来了？这已经到了失态的程度了。葛律师希望庭外和解，开出个大概价码，可以按商业摩擦不愉快道歉，拿出10万元作为道歉礼金。10万？买根棒棒糖合适了。这丁先生也不嫌寒碜。怎么答复？这还用考虑啊？送上门的机会得做秀啊。现在是3点1刻，你去应酬一下。约定明天上午9点，双方代表在公司会议室正式谈判。然后找几家媒体，明天现场采访庭外调解的情况。葛律师这么做不是不打自招吗？这里会不会有什么圈套啊？有圈套也得接招啊！难道他们登门道歉，还能证明咱们理亏不成？就算是商业摩擦，擦伤的医疗费得付吗？论损失，吃掉葛律师都不够填窟窿的10万元，差距太大了，根本没有可谈的平台。他们是真不知道呢，还是故作姿态啊？怎么都肉麻，所以做秀打发他们回去。请慢走，谢谢方律师，不客气。叶总，快到晚饭时间了，你怎么安排？晚上我随便吃点什么，你要是有事就先忙吧，我还得准备准备明天的谈判。谈判的事我也不懂，也帮不上什么忙。我听说深圳有几家饭店挺有特色的，好不容易来一趟，我想去看看。行，你忙你的吧，我就直接回宾馆了。来了。喂，世杰吗？是我。我刚从悦盛公司回来，已经约好了明天上午9点正式谈判。不好说。只见到了赵总，表面上呢也看不出什么，人家还挺客气。刘冰已经去北京了，也只能这样了。咱们现在是没有退路了。好吧，明天我会第一时间给你通电话，就这样挂了啊。其实欧阳不是为了吃什么，是以一个就餐的理由待在这里，观察别人的经营理念和服务特点，
然而，他却在不知不觉中走了神。叶小明接到起诉书后，既没有在第一时间通知丁元英，也没有在第一时间通知他，而是先与冯世杰和刘斌商量出一致意见后，才来通知他这个所谓的董事长。这就意味着他们完全排斥丁元英，这也意味着他与这3位股东已经走不了多远了。按照他们3个人的逻辑，这场官司只要打起来，打赢打输都是死，唯一的出路就是避免诉讼的发生。那么，如果这次求和不成呢？欧阳似乎已经看到即将要发生的事。欧阳董事长，请坐。叶总，请坐。你请这么多的记者是什么意思？这场诉讼是中国音响业第一例反不正当竞争案，在社会和媒体引起了广泛关注，尤其是业内人士和音响发烧友更为关注，这很正常。欧阳小姐，叶先生，欢迎你们到本公司。我们开始吧。李先生，作为普通的发烧友和乐盛品牌的前代理商，我对您和乐盛公司都是非常的敬仰。首先，我要感谢乐盛公司曾经对雅风音响行和格律诗公司的支持，谢谢。不论出于什么原因，客观上已经造成了我们2家公司的摩擦，我对本公司的过失感到非常的不安。在此，我向贵公司表示道歉，并愿做出适当的补偿。敬仰的意思，与林董事长和本公司都不敢担当，请叶总收回。我注意到叶总谈话里用了“我”、“过失”、“补偿”3个字，我们认为我们是在和格律诗公司谈判，而不是您个人。如果贵公司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是不正当竞争，那就谈不上道歉和补偿。如果贵公司认为自己的行为是不正当竞争，那就不是补偿的性质了，而是损害赔偿。我们可以接受道歉赔偿，但是我们不能接受不明不白的道歉赔偿。好，我们先搁置争议，继续讨论下面的问题。我们先假定“补偿”这个词的含义不确定，那么贵公司准备怎么量化这个补偿呢10万，这是我们所能承受的极限。叶先生，我很理解你们的心情。我们也寄希望于谈判，但是我们不能忽略谈判平台的承载力。我们很遗憾，彼此距离太大了，大到使我们提出谈判条件成为无意义。因此，我们有些认识上的偏差，还需要由法律去矫正。林先生，你们的观点是出于肯定能打赢这场官司，但是我认为不一定。想想看，如果你们败诉了呢？那么咱们现在的谈判对你们反而会有价值。师姐，谈判破裂了，我现在跟欧阳雪就去机场。这么快？人家是有必胜的把握。林总当着好多媒体的记者说，如果公理都没有了，他就从9楼上跳下去。这事儿啊，咱是哈巴狗扎个狼架势，现在真让人家当狼给打喽。欧阳一见到刘斌，凭直觉就知道将有更严重的事情发生。既然求和失败，格律诗公司已经成了死亡之地，多待1分钟就意味着多一份危险。
董事长，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我们也就没什么可隐瞒的了。直说吧，我们3个要求退股。当然，公司法规定，股东可以。我不想辩解什么，也没什么好辩解的。音箱测评啊，音箱说明书这些事儿呢，咱就不说了。去年8月份之前，这个销售利润不抵经营成本，公司一直亏损。8月份之后，销售量上来了，才开始盈利。截止到今年6月，一共盈利是17万，总算是看到点希望。可音响展一下子花出去23万，还是亏损。照这样折腾下去，谁也受不了。就现在吗？手续他们都带来了，也不费什么事儿，免得董事长老挂着这事儿心烦。行。先生你好，慢走，欢迎下次光临。你回来了。回来了。你让赵会计马上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好嘞。经理，你找我有事？你带2个人去银行取30万现金送来，路上注意安全。好的。开始吧。这是公司的印章，这是公司办公室和店铺的钥匙。这是世杰负责的货物进出账目，我负责的公司经营账目。这是我们的3份股东出资证明，这是空白的股份转让协议书，您填一下就可以了。这是你们的借据。你们填吧，我签字。经理，这是你要的30万现金。没你的事儿，你去吧。
你的7万，你们俩给我打个收条。你的17万包括那辆吉普车，当初作价是5万，现在过去1年了，该折多少？你说个数。那车一直都是我自己开，还折啥价呀？按原来的算吧。那好，那个12万。董事长，您看能不能这样？王庙村的农户一共欠公司31万，把农户欠公司的钱转到我身上12万，这样这一部分就不受公司诉讼的影响了。村里建一个生产体系不太容易，能保多少保多少呗。都在这儿了，你想保哪块儿自己挑吧。就保这几块最核心的机械设备。总共是14万4千元，超出转让股份2万4千元。你看这样行吗？我把这些农户的借条先拿走，我再给你打一个2万4千元的欠条，1个礼拜之内，我一定把钱给你送来。董事长，这边的事儿，你也没给丁哥打个招呼啊？你们不是说这次就不打扰大哥了吗？打个招呼又怎么样？他能挡住你们退国？那我们就走了。嗯。董事长，我也不怕你们笑话，我有个要求，我虽然不是公司股东了，可我还想留在公司里干，给我一个打工的机会行不行？既然公司都垮了，给谁打工去？现在公司不还没垮吗？你要是愿意，你就打吧。嗨，那我先把叶总的工作接过来，明天就去北京。董事长，我先走了。刘斌在承受一种心理压力的同时，也释放了另一种心理压力。他达到了有效的避险与保留希望的双重目的。一颗提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你小子真不要脸！我也想要脸，可我真舍不得撒手这辆车，舍不得这种生活。这种生活真他妈太好，扛不住。刘斌，我说你这可是巧夺总经理的大权呐！我是说，万一这次公司没垮，那你这个打工的咋说也是公司的元老，那以后见你我都喊你刘总啊。
欧阳用狠狠的哭泣，将几天来心中的沉重挥发了出去。回过头来静静的想，去深圳求和肯定是个错误，那么接受退股是意气用事还是别无选择呢？肯定两者都有。但如果刚才他拒绝退股，一定会招来无休止的争论、抱怨、指责，归根到底还是把矛头指向丁元英，而丁元英不会跟他们计较，最终还是接受退股。欧阳怎么也弄不明白，格律诗公司到底是谁要办的事，是谁非要找高人指条路，又是谁需要通过格律诗公司解决生存和事业问题，不能承担风险，却偏要来凑热闹。欧阳越想越清晰的是，不管官司胜败，自己只会开饭馆，也只有开饭馆才是正道。现在去哪儿？去世纪豪园。这事儿啊，跟丁元英打个招呼就算过去了，好合好散。谁是高人啊？我同意你的观点，世杰是高人啊，连资金带人才，给王庙村弄了个生产基地，1分钱工钱都没付。哎，公司垮了可以出去跑销售，万一公司没垮，公司离了王庙村照样玩不转。仔细想想，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自己算是个啥东西。丁哥图个啥？欧阳雪又图个啥？我晕，我快晕死了。晕，我倒。现在说这些个多没劲呢！当初签协议之前你干嘛不说呀？我也看了，咱们仨呀都属于那烂泥扶不上墙的货。倒，我连晕带倒。你呀，什么时候不给自个儿立牌坊了，我再醒过来。车上有这么多现金和借条，我就不上去了。我在这看着车。丁哥，回来了。来，进去吧。回来2天了，一直忙着呢。来的正巧，我正摘菜呢。都别回去了，我多炒几个菜，晚上就在这吃。不用了，刘冰还在下边等着呢。我们有几句话跟丁哥说了就走。丁哥，我们几个跟董事长商量一下，退出公司了。欧阳雪收购了我们3个人的股份，手续都办好了。我们来给您打个招呼。为什么？乐盛公司起诉了，诉格律诗公司不正当竞争，要求损害赔偿600万。法院前天送来起诉书。昨天我跟董事长去了深圳，今天上午求和谈判失败，下午刚回来。起诉书在董事长的手里，公司的手续我都交接清楚了。自己的事是该自己拿主意。小家子气，没见过世面，丁哥您多包涵。你们商量妥了就好，别的没什么。行，丁哥您忙着吧，
我们就先回去了。稍等一下，我有几句话想跟丁哥和小丹说。行，你先跟丁哥聊着吧，我在车里等你。丁哥，有件事儿已经过去2年多了，一直在我心里压着，我也一直想找个机会告诉你，不然的话，我老是觉得这心里挺别扭。你还记得那年你跟小丹一块儿去叶小民的音像店拿碟片吗？我那一次对丁哥特别的不礼貌，其实我是在故意的找茬儿。过去的事，我当时是故意的，我是想跟你接上茬儿，拉拉关系，然后再请你吃顿饭套套近乎。这事儿我现在想起来，我一直觉得是欺骗。不过今天我说了，你们都知道了，我这心里啊也不再压着。谈不上欺骗，元英那次不是说了吗？问你咱俩到底谁诚心？你把元英挤兑的一通拽文，谁不知道啊？都过去了，没事的。林哥，小丹，摘苹果的事儿和退伍的事儿，实在是对不起了。大哥，小丹，欧阳来了。欧阳，我在厨房呢。大哥，这是法院的文书和他们3个人刚签的退股协议。好，我看一下。你这口饭吃到嘴里还早着呢，别做了，咱们出去吃。我也是刚下班，就这把芹菜到现在还没炸完呢。叶小明他们刚走。知道，刚才路上碰见了。哭了？能不哭吗？公司都成幼儿园了，我又不是阿姨，气死我了。算了，这顿饭我也没心情做了。你们先说事儿，说完事儿咱们去尝一尝你说的那家苗族餐厅。你们2个先送谁啊？都带了这么多钱，先送一小明回家，然后再把我送到汽车美容院就行了。没想到他们会找那么多的记者去谈判现场，最后林宇峰当着那么多记者的面说，如果没有公理，他就从楼上跳下去。大哥，现在公司就剩我一个人了，您说这怎么办啊？我除了开饭馆，别的都不会干。现在就是没官司，我也管不了这公司，更别说有官司了。先应诉，不经过诉讼不好处理，败诉了简单了，都是人家的，省事儿；胜诉了，公司就值钱了，也简单了。想卖就卖，想托管就托管，重组自营也可以，随你了。我咨询过律师收费，从15%到30%不等，600万的争议标的，就按15%计算的话，也得要90万，那还不如把公司给律师算了。谁给你规定打官司一定要找律师呢？这个官司不复杂，只要把证据实事求是地陈述清楚就可以了。萧亚文的素质不错，也有一定的法律知识和商务经验，跟你们大家都熟。你公司出20万，他就可以给你做诉讼代理，到北京去找他一趟，征求一下他的意见。那要是亚文能打的官司，小丹也能打吗？能，但不适合。萧亚文接这个案子有和工作发生冲突的问题，只是冲突成本低。小丹的工作性质不适合在媒体露面，时间也不好协调。20万，眼都红了。就这点事儿，给5万我就给你们打了。
大哥，你说咱们是不是不正当竞争？小丹是律师，你问他。至少现在我仍然认为，只要是合法的竞争，就是正当的竞争。如果合法的竞争体现了不正当的竞争，那不是竞争本身的问题，一定是法律的问题。这个案子的法律关系并不复杂，复杂的是观念、角度、立场。我现在说不好，我需要思考。我需要思考，我跟元英要的礼物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结局？合法的杀富济贫，是不是允许存在的合法竞争？当初谁也没有想到会有今天的退股事件，更不会想到后来发生的事。徐队长，截图时间已经过了40分钟了，怎么回事啊？前面俩刚才打电话来了，说今天不交货，什么时候交货改天再打电话联系。你们这几天再盯着吧。那这2个家伙比兔子还狡猾。那行，徐队长，我们先盯着。好，周伟，人已经上去了，你先盯着。我们先撤了啊，晚上6点过来接你班。明白，明白。俩丸子，谢谢。欧阳，怎么是你啊？小丹呢？小丹出差了，她没来。你要是先打个电话，我就不用买盒饭了。董事长不让给你打电话，本来是想请你出去吃的，在路上有个右转弯进行的标志，我没看见，罚款耽误了点时间，就来晚了。没事儿，我也想看看你这边的情况。我这儿有什么好看的？就这样呗。咱们下楼吧，马路对面有家餐厅，挺不错的。小丹以前吃过。不用了，你都吃上了，我还不省了请你一顿。小杨，你去打饭吧。那董事长你吃什么？什么都行，我饭再打个一份。哎，欧阳，坐。好。你一个人从古城开车来的？不是，带了2个跑堂的，他们在音响店等我呢。你们慢慢吃，我到那边去吃。谢谢。找我有事吗？岳胜把葛律师起诉了。知道，报纸都登出来了，说葛律师摸了老虎屁股。哎，这事儿可闹大。我把公司所有的材料都带来了，大哥让我来找你，想请你做我们葛律师公司的诉讼代理，代理费20万。我做诉讼代理，那怎么行？大哥说你素质不错，有一定的法律知识和商务经验。他还说这个官司其实不复杂，只要把证据实事求是说清楚就行。听大哥的意思是，只要你不嫌钱少，这个事儿就没问题。这不是钱的问题。葛律师是丁总操持的扶贫公司，我能有个拍马屁的机会就不错了，哪还敢要扶贫的钱啊？问题是我行吗？大哥让我来找你，肯定是有他的考虑。行不行的先不谈，你先看过这些资料以后，心里才会有数。先谈你能不能接这个案子。这个案子不管从媒体报道还是从时间上，对你的工作肯定会有影响。我担心的是这个。我要是能打赢这么有影响的官司，那我就露脸了，履历表上又多了一项记录，对以后找工作就更有利了。小丹是律师，他对我代理这个案子怎么看？那就肯定不是什么好话了。你说吧，我脸皮厚能挺得住？不是你想的那样。你快说吧，都把我给急死了。我要是说了，你可不能有其他误解啊。小丹的原话是20万，我眼都红了。就这点事儿，给我5万就给你们打了。
他一看我挣钱啊，眼就红了。既然丁总和小丹都这么说，那这个案子就是我能应付的了。行，这案子我接了，但是有个条件啊，再也别提什么代理费了。你看你那可不行，找你帮忙就是因为请不起律师，20万已经很省钱了。要是真请不起律师的案子，丁总在这之前就不会做了，也不会让你来找我。谁都想挣钱，可挣钱不是这个挣法呀。那好，代理费也可以先不谈。你把材料留下，我看看，熟悉一下情况。哦，你在音响店休息不方便，我住的地方你也去过，我把门钥匙给你。下午你在我那儿休息一会儿，晚上咱们再商量。不了，我先把小杨送回去。下午我还想去春熙大世界去看看呢，趁这趟来北京，给饭店采购点东西。我已经知道你这儿了，到了你快下班的时候，我过来接你，然后咱们再一块儿去你那儿。嗯，行。欧阳雪和叶晓明是16号接到乐盛公司的起诉书，17号到深圳议和，18号返回古城的当天，叶冯刘3人就转让股份了。不难想象叶冯刘3人对诉讼结果和公司前景的悲观，也不难想象欧阳雪在股份转让协议上签字时的情景和心情。这个官司不复杂，只要把证据实事求是地陈述清楚就可以了。萧亚文的素质不错，也有一定的法律知识和商务经验，跟你们大家都熟。你公司出20万，他就可以给你做诉讼代理。徐队长，接头时间已经过了40分钟了，怎么回事啊？大哥让我来找你，想请你做我们格律师公司的诉讼代理，代理费20万。我做诉讼代理，那怎么行？材料你都看过了吧？都看过了，明天跟你去古城。明天就去古城？这么说，你已经心里有数了？不是我有数，是这事儿本来就有定数。以我对丁总的了解，丁总不可能没有预见到这场诉讼。既然预见了又不去规避，那只有一种解释：这场诉讼绝不是偶然的、被动的，是设计和预期的，是计划的一部分。既然是计划的一部分，丁总一定是想通过这场诉讼达到什么目的。至于诉讼代理，如果不是我打这场官司，那打这场官司的就很可能是小丹。行啊，亚文你。那依你看，大哥想通过这场诉讼达到什么目的呢？至少通过诉讼的媒体报道，让市场了解格律诗产品的低成本、高质量，提高产品的知名度。如果乐盛败诉，除了合作就没有多少选择了。如果合作，那格律诗公司在未来的2、3年内将会有一个高速的发展期。我没看出来。你不是没看出来，你是根本就没看，你心思啊不在这儿。我同意丁总的看法，这个官司并不复杂，只要把证据说清楚就行。欧阳，我有个不该问的问题想问你。我还能有什么不该问的问题呀？你问吧，问什么都行。古城和北京，你两边都得兼顾。胜诉之后，你有什么打算？哎呀，我现在愁的就是这个事儿，我一个人顾不过来，也没能力管。真要是败诉了，倒也就省心了。大哥说，等胜诉以后，公司值钱了，想卖就卖，想托管就托管。可是卖给谁呀？托管给谁呀？哎，当初我就跟大哥说，让我出资可以，让我管理不行。公司在我手里，早晚也是个倒闭。我赔点钱吧，还有饭店呢。可是公司一停，王庙村的生产就得跟着停。眼下让农户自己去做市场，无论从资金还是到人才都不现实，那就把人家给害了。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如果胜诉，你至少有3种选择：一，自愿让悦盛公司兼并，悦盛求之不得；二，聘用职业经理人，利润分账；三，委托冯世杰经营。这正符合冯世杰当初想为王庙村做点实事的初衷，也像丁总说的，想卖就卖，想托管就托管。欧阳，我有一个趁火打劫的非分之想，如果冒犯了，我先向你道歉。你看你什么都没说呢，道的什么歉呀？如果可能，我想买你一部分股份，加入你的公司。你可想好了再说啊，说出来我可就当真了。下午我看过材料就有想法，只是有趁火打劫之嫌，不好开口。但是等胜诉了以后再提，我还不如现在趁火打劫，心里来得干净点。不过我想让你相信，我不管入不入股，都会打好这场官司。这本来就是一块擦不掉的黑，也只能黑着点了。亚文，我真想拥抱你了。我去写字楼看你的情况，就是想打你的主意呢。本来我想打完这场官司以后再跟你提这件事儿。你要是真的不嫌弃，你就把公司管起来。咱们上车吧。好啊。你看，咱们这是干柴烈火，两厢情愿，多好啊！我盘算了一下，能凑31万。亚文，你听我说啊，你必须得等打完官司以后再入股。万一败诉了，不能把你拖累进去。另外，你要想入股，就得绝对控股，必须有绝对的权利，不然公司还是没有人管，一点意义都没有。资金不是问题，还是按照以前的垫资方式。你是小丹和大哥信得过的人，有知识有能力，你接公司我最放心了。我的机会就在于败诉的风险，等打完官司，我就不该有机会了。如果可以胜诉以后再入股，以叶小明他们的资历，他们理当比我有优先权。胜诉以后公司升值，如果按升值后的股价入股，我就得承担更多的负债；如果按现在的股价入股，我得到的就是叶小明他们理当优先得到而没有得到的东西。我还不如人家来的光明磊落，所以我的机会就在于败诉的风险，在于应诉之前。我本来就是个打工的，输了接着打工。对我来说，能有个往牌桌上凑的机会就已经很不错了。如果悦盛公司对诉讼没有信心，那这官司他们还打吗？要是叶小明他们能跟你有一样的想法，他们也就用不着退股了。为什么你们的想法就那么不一样呢？你持51%的股份，股值65万，你看可以吗？有2点我得提醒你。第一，如果是51%的股权转让，一旦败诉，负债的部分我无力偿还，有可能这辈子我都还不完。第二，不管是谁控股，都得预留出一块股份，准备吸收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冯世杰，他是连接公司和王庙村的纽带，除非公司改变宗旨和经营方向，否则没有冯世杰的葛律师是与王庙村走不了多远的葛律师。而吸收冯世杰的先决条件是，等公司胜诉没风险了，等葛律师与悦盛的合作成定局了。我这儿你不用考虑，只要不让我管公司股不股份的没关系。我这个人呢，就认个傻理儿，只要守住饭店就能活命，其他的事情再好让我去做，可能就饿死了。没股份不行，这个公司少了谁啊，也不能少了你欧阳雪啊。你这话就是假客套了。问题是假客套不能当饭吃。葛律师扶起王庙村之时，就是葛律师受制于王庙村之日，而葛律师的价值也在于此。万一将来公司不行了，我就把音响店改成餐馆，有你这么多年的经验垫底儿，我也饿不死了。公司的官司要是打入了，这村里人借了人家公司的这么些个钱，哎呦，这可咋办？法院的要是执行的时候，都得收走啊。
我把车窗下料翻砂，这几块最主要的机械设备，还有农户的借款，都转到我自己身上了，已经跟公司没啥关系了。公司就是这场官司打输了，咱这些机械设备啊也能保住。咱村里建立一个生产体系不容易，手刹不能给它丢了。只要能保住这些生产体系啊，剩下的事儿就好办。不是好好的嘛，这一看这出这么大个事儿，这家人做事儿是不是太着急了？哎呀，你咋不多劝着他点儿呀？真是。哎，这边呢，来。这就是前面的线，这是徐哥。哎，服务员，加菜。别动！走，别动！你们快跟起来！谢谢你。哎，丁总，来，雅文，请进。好听就行。好听就是艺术，只是每个人好听的标准不一样。唱片的事儿待会儿再说，咱们先说正事儿。大哥，昨天下午我跟雅文谈了谈，我想请他来接管公司，雅文也希望入股公司，我们都想到一块儿去了。雅文这趟来王庙村是取证实地拍摄生产过程的，入股的事儿还得听听您和小丹的意见。雅文入股，低于和持平控股线意义都不大。雅文出资30万，剩余的部分还是按照垫资处理。他持51%的股份。大哥，这回您就解放了，我也解放了。我持29%的股份，剩余的20%先预留着。雅文的意思是，等将来乐盛跟格律师合作了，那时候也就没什么风险了，再把冯世杰吸收进来。你怎么肯定乐盛会跟格律师合作？我是站在乐盛的立场考虑，只有合作才符合乐盛的根本利益。吸收冯世杰是迫不得已，还是你想给他个机会？是不得已。格律师的生存基础在王庙村，而王庙村的命脉在格律师。除了这种本质的依存关系之外，冯世杰是连接两者之间人际关系的另一条重要纽带。比起托管转让，我认为雅文接管这个公司是一个不错的结果。我想小丹也会同意。胜诉的几率高不等于胜诉，败诉的可能性一直存在。雅文，你必须要有
进进出出都代表着公。大哥的。会跟他们说说开庭的时候去北京作证的事儿。行。村里的路太窄了，咱们就不开车进去了。打算怎么拍？我打算一道一道工序的拍，到了北京再编辑整理。这是基督教的教堂吗？是。基督教会是村里唯一有组织的专业户，教会里大多都是妇女，爱扎堆干活。他们给半成品打包装是最后一道工序。走，咱们进去看看。好。这儿原来是个小学校，后来就废置了。洪大妈，哎呦，大妈，大家都忙着呢。快坐下，哎，不用，您不用招呼我。大妈，这是我的朋友肖雅文。您好，大妈。我们是来拍你们怎么干活的，你们该怎么干还怎么干啊。大妈，我还跟您说个事儿哈，我今天来是因为公司有点事儿，我要召集大家开个会。一会儿呢，我会挨家挨户的跟几个加工户说，让他们去木工房等我。你们教会也派一个代表到这儿来开个会，好不好？妈，哎，待会儿你去开个会吧。哦，行。怎么样，干活干得累不累？没事。
这噪音这么大，街坊邻居没意见吗？也不是每天都这样，开出来一批板子会用好几天的呢。这左邻右舍都是上腻子或者打磨板子的专业户。唉，农村找个挣钱的营生不容易，所以大家也就都担待了。部长是活，差不多人都到齐了啊。今天有个事儿跟大伙儿说一说。唉，咱们公司呢被深圳粤盛音响公司告了。谁告来？深圳粤盛音响公司。咦，唉，今天请大家来开这个会呢，就是想跟你们说说去北京作证的事儿。做啥证呀？咱为啥告咱呀？这是我的朋友肖雅文，是咱们公司请的诉讼代理，他代表公司打这个官司。现在就让雅文把情况跟大家说一说。事情是这样的，哎，队长做的辛苦了啊！队长，完成的不错，都抓来了。好，核对以后抓紧时间写报告，完事儿将车送你回家。明天放你们一天假。谢谢队长。上车。刑警工作的紧张和劳累，对于我早已经不再是问题了。然而这些天，我的大脑却一直处在一种持续的思考状态中。工作中一有空闲，就会思考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我的思想和心理正在经历一次从未有过的冲击，有很多问题要急于去弄清楚，确切地说，是找原因弄清楚。我把想法写在了纸上。再拿一瓶五粮液。
元英，我回来了，你10分钟以后下楼，我去接你。咱们不去外面吃，我已经准备好了。好，一会儿见。哎，别让人看见！我在这一下不算了。做饭了吧？今晚就用这个真棒。萧亚文来过了，前2天他去王庙村收集证据。他说不收取代理费，希望有机会能够入股公司。欧阳雪正筹公司没人管，一拍即合，已经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萧亚文认购了叶晓明他们退掉的股份，这样一来，公司既不用转让，也不用托管。那太好了，亚文那么精明，这公司让他管理肯定有希望。这对欧阳和亚文都合适。亚文不简单啊！这些天我想了很多，关于文化属性，关于你和我，关于悦盛公司和王庙村，关于以前发生过的和可以预见的。我好像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这么沉溺于思考，好像突然有很多话要跟你说，很多的问题要和你讨论。问题一，我不想当律师了，突然有一种想写作的冲动，写小说、写剧本，揭示不同文化属性的人生命运。你对此怎么评价？草率，心血来潮？问题二，你对我开始厌烦了吗？问题三，当我在读法兰克福大学的时候，你会在哪里？问题二，你对我开始厌烦了吗？命题错误，答即有错。那就是根本不烦了，可以见得。只要是需要证明的感情，就有错。酒慢慢喝，别喝醉了就行。今天是我问你答，咱们海阔天空聊到哪算哪。来，干一杯。先回答你字条上的第一个问题，你不是可以做，也不是我或者你父亲希望你做，是你适合这样做。人从根本上是面对2个问题：一，生存；二是要回答生命价值的问题。你安住了吗？没有，我脾性太重，牧师都说我没救了。杀富济贫，破坏性开采市场资源，
让井底的人患上精神绝症，这些都是已经可以预见了。我也有了犯罪感。如果林雨峰真的跳楼了，我就觉得更有罪了，这和击毙罪犯不一样。可我就不明白了，扶贫错了吗？法律承认和允许的竞争错了吗？如果农民不靠自己所能，那贫困农民的出路在哪？怎样才能得救？这根本就不是就事论事可以回答的问题，还得落到文化属性上，还得说觉悟。所以我认为，中国应该多一个由你注册的强势文化传播公司。你应该把你的社会关系整合一次，埋头学几年，干几年。要么站着。在我跟元英谈天说地的那个晚上，
中国家庭影院音响的龙头企业伯爵公司却笼罩在一种如临大敌的沉闷气氛中。葛律师这家仅有100万元资产的小公司，居然叫板乐盛这一举动，怎不让他们这个旁观者产生一种莫名的危机呢？董事长，你好。董事长刚下飞机就连夜主持这个会议，这个会议的重要性已经无需我再向大家强调。格力士事件已经沸沸扬扬，乐盛公司已经正式起诉格力士公司。今天的会议就是研究乐盛与格力士诉讼案可能会对伯爵公司产生的连带影响，并据此拿出这个相应的对策。市场调研部提交的电子邮件报告我看过，还是请刘部长先谈谈情况。好的。调研部认为，这不是一件简单的商业纠纷案，也并非不关我们伯爵公司的痛痒。格力士事件有理由可以被解读为是一次音响价格战的序幕，消费者有理由产生持币观望的心态。事实上，伯爵公司的销售已经受到了影响。如果格力士是一次有计划、有预谋的攻击行动，一旦他攻击乐盛得手，双方优势互补，就会对伯爵构成威胁。所以现在不是我们想不想被卷入的问题，而是我们想不想都要被卷。我们都知道，80年代初，靠收录机起家的雅艺音响，雅艺固定资产从30万发展到2个亿，用的是10年的时间；而从2个亿到破产，仅用了3年的时间。我们知道，格力士的幕后人物丁元英，通过各种渠道，我们调查了这个人。此人是柏林大学的经济学硕士，先后就职于柏林的 HNS 国际金融投资公司、北京通达证券公司、柏林世界经济周刊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员。此人曾创办私募基金。据业内人士估计，私募基金受托资本至少超过2亿人民币。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他又从股市卷走至少2个亿。这个人性格孤僻，不善交往，也没有什么名气，但是真正了解他的人，对他都有一个共同的评价：鬼才。我的打算和你的打算需要结合，需要建立一个结构。说到底还是我太贪了，还想天长地久，还想站着对话。你告诉我，你认为我将来做文化公司能挣多少钱？然后根据这个参数，你给我一个建议。我以前跟你说过，国家机器不缺一个迟早要被淘汰的女刑警，而社会应该多一个有非常作为的人才。依你的条件、阅历、资源，你在15年当中挣1000万没有问题。我给你2个建议吧：一，你不要以求职应聘为生，拿学位没什么太大的意义，应该是什么有用学什么，只要不影响创作经营，学它个10年8年的，就会有个学习环境。第二，我借给你500万，年息按3%计算，第15年一次清偿本息725万。你预支这笔钱，在柏林买一个这样的房子养着我。房子折旧按2%计算，15年就是150万，加上15年的利息是225万，你的绝对风险是375万。这就是你要站着对话的代价。于我而言是经营资本，于你而言是什么？如果5年以后你嫌我老了呢？有可能，而且还不止这一个如果。也许5年以后你嫌我平庸了呢？也许有一天你把我扫地出门了呢？
但这都不影响独立的债权债务关系，也不改变今天的事实。5年以后我不嫌你老，你就可以不老了。5年以后我变成了一个色狼，值得你回头看一眼吗？好，采纳你的建议，定案。来，为中国文化圈即将多出一个声音，干杯！还喝吗？今天喝这么多了。就是你说我像流氓的那次，我跟韩楚风2个人喝了2瓶（括弧）。昨天下午，根本就不知道，中国的政治文化也是传统文化的牺牲品，把沉寂了几千年的文化属性问题都记在一个只有几十年的政党的账上，这不公平，也不是真实的国情，啊！不能再喝了，再喝就醉了。今天这日子不醉，更待何时？来。就1杯，不行。那睡觉。今天的会议就是研究乐盛与格力士诉讼案可能会对伯爵公司产生的连带影响。国家机器不缺一个迟早要被淘汰的女刑警，而社会应该多一个有非常作为的人才。依你的条件、阅历、资源。你在15年当中挣1000万没有问题。格律诗的幕后人物丁元英，这个人性格孤僻，不善交往，也没有什么名气。叶小明他们就是个例子，只有我自己觉到悟到，我才有可能做到，能做到的才是我的。我们对很多情况还不了解，但是并不妨碍我们去做一个最基本的判断：谁胜诉？对伯爵公司的威胁更大，是乐盛还是格律诗？当然是格律诗胜诉对伯爵有威胁。如果乐盛胜诉的话，那么只是各自退回原位；而格律诗胜诉，则意味着他们掌握着最低成本的生产方式，价格是法宝，市场规律就吃这一套。
而我们公司的全部产品是在上海生产，综合成本跟广东相比要偏高一些，那么比格律诗就更高。我同意许部长的意见。我也同意。我也同意。我们希望乐盛公司是一场虚惊，我们也希望这场诉讼只是 HiFi 领域的龙争虎斗，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预警在先和创造机会。因此，我建议伯爵公司以董事会的名义正式提出，我们愿以650万的价格收购格律诗公司，同时向媒体公开发布消息。收购格律诗是预警和创造机会的需要。200万元收购，那是趁火打劫；400万是抛媚眼。乐盛公司向格律诗提出600万的损害赔偿要求，说明格律诗有这个能量。我们在这个数字上添加50万，已是与争议标的有区别。你不接近他，不了解他，你怎么知道他值不值600万？你怎么知道他会不会胜诉？你怎么知道该不该收购？你接近他了没有？看清楚了没有？谈判了没有？问题是丁元英看不出来吗？所以，那只是问个好，作个揖，一份人情而已。既然格律诗胜诉对伯爵公司不利，那就做个姿态，礼尚在先，免得日后都撕破脸皮。这个动作要快，要在他们交换证据之前，心里都没底的时候发布消息，过期就不值钱了。为什么丁元英能在光天化日之下挖出一个陷阱？为什么乐盛公司能眼睁睁地跳了进去？为什么叶晓明、冯世杰和刘斌与萧亚文面对同一个事实，却做出了截然相反的判断？从整个格律诗事件里，我没有看到丁元英有让人感到神奇的招数。每一件具体的事都是普通人能够做到的普通事。他的确是在公平公开的条件下合理合法的竞争，没有任何秘密和违法可言。我要的神话在丁元英手里却表现得如此平淡简单。原来能做到实事求是就是神话。由此可见，人要做到实事求是有多难，而做到的人却成了说鬼话、办鬼事、倒行逆施的人。在这个神话里，我看到了爱。元英送给我的礼物不是神话，是觉悟。我要出差，现在就走。这次时间肯定要长一些，你在家要好好吃饭啊，不许熬夜。知道了，我会吃好睡好，不生病。那就好，在家乖乖等我回来啊。好。我又出发了，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想到，这一切竟然是与元英的诀别。李秘书，你好。你好，徐局长正等着你呢，走吧。好。徐叔，我觉得这件事情肯定没有那么简单。徐叔，人到了。报告，芮小丹奉命前来报道。小丹啊。徐处，你好。你好。小丹啊，我印象当中你这是第3次被借调了吧？
第一次是拐卖妇女团伙的案子，第二次是爆炸抢劫运钞车的案子，你表现的都不错。我干的都是跑龙套的差事，不值一提。我知道自己有多大能耐，能为前辈跑个龙套，已经很荣幸了。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明川刑警队的侦查员黄文显。你好。你好。这位是省厅刑侦处的侦查员曾华。你好。你好。他就是古城刑警队的芮小丹。徐州，都准备好了。好，开始吧。坐。好。吴成祥，男，1954年4月17日出生，汉族，祖籍陕西延安，大学文化程度，原任中国银行明川市分行行长，现在批捕在逃。身高1.76米左右，中等身材，讲普通话略带陕西口音，懂英语。该人涉嫌贪污3700万巨额公款，各地公安机关要立即部署稽查工作，发现该人即予拘留，并速告知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原任中国银行明川市分行行长的吴成祥涉嫌贪污巨额公款一案，由于吴成祥逃到哥伦比亚后随即失踪，其他方面又没有更多可靠的线索，所以这个案子一度搁浅。根据我们目前所掌握的情况，吴成祥的大部分赃款还藏匿在国内，他从一开始就给自己留了一手，一旦国外的资金被查封，他还有机会重来。他在哥伦比亚改换身份进入洪都拉斯，又持洪都拉斯护照进入美国，出售护照的大部分都是一些经济不发达的国家，那么出售护照也成为这些国家的一大财政收入。吴成祥正是利用了这一点，逃避警方对他的追查。该女子叫沈楠，现年27岁，祖籍陕西省秦谷县，与吴成祥是同乡，原明川市歌舞团舞蹈演员，一度与吴成祥关系密切，在吴成祥案发前16个月辞职，在广州开了这家健身房，已经有3年没有跟吴成祥联系了。我们推测，这正是吴成祥精心策划的一部分，避免给将来留下不必要的线索。吴成祥现在需要解决的有3个问题：一是他自己在美国的长期合法居留；二是洗钱，把钱合法的转移到美国；三是把沈楠合法的移民到美国。这3件事情都不是一般人能够接的活，而且费用也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得起的。吴成祥最终要达到的就是2个人一起在美国生活的目的。在香港警方和美国国际刑警的共同协助下，我们设计了一个在美国、香港和中国大陆之间从事洗钱和非法移民活动的香港人林清。他的公开身份是纽约圣勒斯担保公司的第5大股东。吴成祥委托的人在我们的多方诱导下，已经开始和林清正面接触了。如果不出意外，他们的实质性交易将在不久后进行。小丹啊，你也来一支。不用了，谢谢。就是那次执行任务抽了一段，早就戒了。这可怪不得我，这是林清设计的。抽的像都不行，是会抽烟，而且只抽爱喜牌子的香烟。你这次的任务就是去广州的一座别墅给林清当二奶，你是佐证林清身份真实的细节之一。通过你的形象、谈吐、气质，表明你是那个阶层的名贵花瓶。怎么到了我这，除了坐台就是二奶，就不能让我干点别的？这个专案组分为4个独立的小组，你们3个是一个小组，曾华任组长。刚才给你们看到的情况是仅限于你们这个小组需要了解的情况，各小组间不发生联系，不通报情况，不允许打听其他小组的人员任务，一切行动由指挥部统一协调指挥。你们这个组的任务就是围绕着芮小丹展开工作，确保在沈楠这个环节上不能出现问题。沈楠呢，也一定会以某种借口主动接近芮小丹，摸底试探。一旦让他感觉有疑点，仅仅这一个环节上的瑕疵，就足以让吴成祥缩回去。所有的人力、物力、财力都将前功尽弃，几千万的巨款就将石沉大海。我们明白。小丹啊，你现在把证件和武器先交出来。从现在起，你就得研究规定角色。你的枪在你需要的时候会有人给你送去。是。
这是你的身份资料，从现在起，你就要进入角色。夏雨。谢谢李子。哎，这个。刘冰啊，跟你说个事儿，那辆宝马车呢要还给韩总，你把车里自己的东西收拾一下。待会儿我去给汽车做个保养和美容，你把车钥匙给我。好，保养车的人我熟，还是我去吧。哦，那好，那你去吧。哎，我先走了啊。哎，好。到广州已经1个多星期了，在住进这所别墅的那一刻起，我就不再是芮小丹，而是另一个人了。夏雨，28岁，南京外语学院毕业，原中国进出口公司国际贸易部的德语翻译。我现在的合法身份是受雇于这座住宅的主人林青，看守这套房子。头几天，我总是早出晚归。我的角色要求我必须是熟悉这个城市的人，我得从穿着的服装、使用的化妆品，乃至一个打火机这样的细节，都进行了精心的设计，等待着沈南这个人物出现。夏总，都弄好了。好。夏总，有事吗？没什么事儿，调座椅的电钮在旁边呢。我知道，我去把车还给韩总就回来。小杨出去送货了，店里的事儿你盯着点。我明白。别人把宝马车开走了，
刘斌的心里空荡荡的，他没有想到情况会发生这样的巨变。刘主任，闲着呢。哟，杜老板，有日子没来了。嗨，淡季不走货，请进吧。哎，都需要什么货？四仓钢琴漆，黑色来5套，棕色2套，然后原木亚光黑色来3套，棕色呢来2套，双柱音箱架来2对儿，单柱音箱架来1对儿，然后先这些吧。签个字吧。小杨出去送货去了，一会儿就回来。啊，咱们先把货搬到门口，等会儿好装车。行。这个啊，小心点啊。好。哎呦，这挺沉的这。哎，慢点，慢点。喂，喂，你好，小姐，门口有位姓沈的小姐来找你。沈小姐，我不认识什么沈小姐啊。你稍等，沈小姐和你说话。你好，夏小姐是吗？我是，我是沈楠。我的一个朋友从美国回来，他的一个叫林青的朋友托他给您捎点东西，他说您知道这事儿。我这个朋友因为赶飞机来不及亲自给您送来，所以就委托我转交。哦，捎东西这事儿我知道，那太麻烦您了。您进来吧，我在2号街39号。哎，好。2号街39号怎么走？一直走，往左拐，到了。好，谢谢啊。夏小姐是吧？我是夏雨。你好，我是沈楠。你好，沈小姐，你快进来吧。哎，好。沈小姐，你快坐。你喝点水，谢谢。你别总是黏的了，太客气了，叫我小南就行了。那个朋友说烧的东西里边有一个打火机，必须得用专用的汽油，因为飞机上不让带，所以请你谅解。不过没关系，专卖店可以买到。啊，就是这个箱子。哇，全是世界名牌啊！哎呦，这个打火机真漂亮啊！你先生可真疼你啊！你朋友没有告诉你吗？连这里的保安都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你就不用给我留那层窗户纸了。我就是人们常说的那种二奶。其实你气质很好，一点都不像。我见过这样的人，整天就知道购物啊、打麻将。没什么像不像的，价钱不同而已。你不怕吗？这可是要按重婚罪论处的。人家雇我看房子，我犯什么罪啊？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呀？为钱。那你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呢？翻译。你这么漂亮又有才气，可以出国呀，也可以嫁个有钱的男人啊。外国不是我们家的厨房，不是我想进就进。有钱男人也不是菜市场的鸡蛋，
不是我想抓一个就抓一个。沈小姐，我们谈的不是一个社会阶层的话题。我看你上的是佛教的网站，你信佛了？我还谈什么信佛呀？无聊的时候看别人聊天打发日子。哟，时候不早了，我那边还有生意，就不打扰了。我觉得你很有修养，咱们今天认识就是缘分，改天我再来看你。你是怎么过来的？我坐出租车过来的。哦，那我开车送你吧。啊，那太好了，正好你到我那儿去认门。我在城里有个健身房，虽算不上什么高档，可马马虎虎也说得过去。有时间你可以常来玩。好的，那咱们走吧。哎。So geil. Kick off. Du verstehst mich? Ich glaubte, du verstehst mich nicht. Entschuldigung. Wenn du mich nicht verstehst, dann wirst du glauben, ich sagte, Mädel, du bist so hübsch. Du bist glücklich und ich bin auch glücklich. 怎么了？ 对不起，我刚才不会吗？夏雨，他刚才对你说什么了？算了。他已经道过歉了。怎么样？还可以吧？挺不错的。要不你也来试试？你给夏小姐讲讲这个怎么用。我去趟办公室，一会儿就过来啊。好。经常参加健身吗？没有。哦，今天看您衣服穿的不怎么合适，先看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个跑步机好吗？嗯，好。那您有吧？好，谢谢您。哎，没事儿，那您忙。一点小意思拿不出手，你可不能不给我这面子啊！这不可以的。哎呀，咱们第一次见面我就觉得特别有缘分，看着你我就赏心悦目。跟你说话特别舒服，你放心，我呀还不算是一个特别穷的朋友，吃个饭、逛街什么的还能对付。那就多谢了。客气什么呀？哎，也已经到饭时了，你第一次来，怎么也不能让你空着肚子回去啊。走，我请客，咱们到美食大世界去吃泰国菜。不了，改天我请你吧，我得回去了。也好，日子还长着呢，那咱们改天再聚哈，我送你。老板吗？我是夏雨。老板不在，我是值班经理，请讲。
礼物已收到，已经和沈南正面接触。你对自己的表现评价如何？还可以。很好，沈南登场是一个标志性的信息，从推测上升到了推定，但是这不能成为法律上的证据。健美中心的会员来自各个方面，有几个国外的朋友不算异常。明白。你准备对礼物怎么处理？为难，一点不动，似乎不合情理。裤子、手袋、火机必须得用，其他的可以不动，以合乎情理为标准。太贵了，以后不会强卖给我，然后再扣我工资吧？那可没准儿，制度也得有个灵活掌握，还得看老板啊。好好干，等收到奖励，用奖金抵扣也不错嘛。为了工作适当破费点，无碍。有消息说你不想干刑警了，打算出国留学？经理，这个问题不在汇报工作范围之内吧？哈哈，闲聊几句，无碍。不是不想干刑警，是女人老得快，也淘汰得快，跑不动就成累赘了。唉，可惜了，你是个不错的刑警，你们局长都说你脑子好使。哦，备受鼓舞。小姐，请进，随便看看。先生，您的车不能停这儿，一会儿这辆车装完货还得出去呢。我们是上海伯爵音响制造公司北京办事处的，我们找格律诗公司的负责人就停2分钟就走。肖总不在，我叫刘冰，是格律诗公司办公室的主任，有什么话你们可以跟我说，我负责转告。这是我的名片，给您。这是经上海伯爵公司董事会讨论决定的意向书，这一消息明天见报，本公司期待贵公司的答复。刘先生，麻烦您在回执单上签个字吧。谢谢啊。看我干嘛？送货去。小姐，您看的什么？我想要你这套音响，包括这个配套的机柜，还有这2个音箱架子，我都要。你们看这牌子，这是样品。看到了，昨天我的人来了就看到了，而且还看上了你这套音响。这套要是能卖的话，早就卖了，等不到现在了。实在抱歉，你还是到别的店去看看。我们老总交代了，这套音箱不能卖。我有音响，论牌子比你这响多了，论价格能买你这3套。可我不就看上你这套了吗？要在别的地儿能买，我跑你这儿来干嘛呀？你也别道歉了，开个价吧。哎，车装好了，结账吧。实在对不起，这不是价钱的问题，您还是请回吧，我要给他结账，失陪了。
韩总。小文啊。哎，你好啊。你好。哎，坐吧。好。韩总，大哥让我把车给您送过来。公司刚买了新车，小丹也有车，这车使不上了。你这又是公司又是大哥的，口气里有东西吗？在丁总面前晃悠了几年，长急了，正赶上有个机会，就混进公司了。好，好啊。只是那辆车是我叔给原英的，不应该再送回来。大哥说了，这车他使了2年多，意思到了。小丹有车，他真的用不上。行，随他吧。师傅，您忙完了吗？您还是请回吧，等了也没用。不是跟您说了那是样机吗？总经理交代了，不能卖。您不能让我为了这事儿丢了工作吧？外面那辆奥迪车是你们的吧？是啊，这和音响有什么关系啊？既然奥迪车还在，证明你们经理应该没走远吧？既然你做不了主，哎，那我跟你们经理聊。反正今天我来了，就没打算空手回去。朋友，你知道这小姐是谁吗？别说今天买你的音响，就是白使你格律诗的音响，也是给你们面子。好，好，好，你们稍等，我现在就给总经理打电话。这么说来，你现在成了格律诗的掌门人了。对不起，韩总，我接个电话。喂，我是肖雅文。哦，那套样机已经卖给欧阳雪了，不能卖了。我一会儿回去，先这样。雅文，看你文文静静的，我还真想不出，你站在法庭上会是怎样一个风采。韩总，公司有件事儿想跟您咨询一下，如果有什么不妥的地方，您别生气啊。这咨询又不是做决定，说吧。公司租用正天大厦地下仓库的合同今年10月底到期，当时多租了几个月，是考虑到音箱有销不出去的可能。现在仓库没用了，如果现在有人想租，我的意思是在正天大厦不受损失的情况下，有没有可能提前解除租赁合同？这样公司就有可能省去4万多元的房租。我想跟您咨询的是，我去正天大厦谈这件事儿合不合适？正天大厦有没有可能退给我4个月的房租？如果正天大厦有损失的话，我就不谈了。谈不上损失，那个仓库啊，随时都能租出去。我看这事儿你可以直接找马总说。马总他们刚走，这样，你现在下楼在大门口等着，我给马总他们打一个电话，你们就在楼下广场见面。记住，就你们2个谈，有了意向了再走个程序。好，谢谢韩总，那我先去了。马总，给您添麻烦了。哪里？意思我都知道，可以理解。你现在去哪儿？哦，我谈完事儿就回音响店了。那我送你吧，咱们车上聊。好的。马总，您看这事儿为难吗？退你4个月的租金，再赔你1个月租金的违约金。你在店里等着，过几天呢，我派人找你协商，你在协议上签个字，收钱就是。我违约了，你们还赔我违约金？那不行，谁的面子也不能这么办事儿啊！这个事情要办啊，就得有一方违约，不是你违约就是我违约。
谁违约都得付违约金。那块地方想租的人多着呢，我必须是为了照顾关系，才不惜跟你违约租给他人。不违约就不够意思，违约才有价值。你要是不想害我呢，就接受违约金。这个钱是承租方出，正天大厦不会有任何损失。承租方出了钱还得感激我，不出钱反而不是个人情了。长了一回见识，真黑呀！不是咱想黑，是不黑不行啊。用元英的话说，这个世界要不是黑白颠倒，那还叫众生吗？那该叫天国了。这是佛学公司送来的一份意向书，就是那2位要买样品。好。小姐，是你要买音响吗？你就是这儿管事儿的？哦，是的，让你久等了，我很抱歉，请允许我向你解释，这套音响呢不仅是样机，而且已经售出了，买主也是一位女士，所以我很抱歉，这套音响真的不能卖给您，请您谅解。你就是把音响界搞得沸沸扬扬的那个人。我没那么大的能量，也不能回答您这个问题。我是歌手楚洁，特别喜欢音响，朋友都管我叫39婆，说我发烧到39度，把头都给烧晕了。其实一开始我对国产的音响不是很感兴趣，就前几天去法国演出，然后逛音响店的时候，忽然间发现了这种2台前级、4台后级的推法，我当时就震了，我太喜欢了。结果一打听还是国产的，这不是回国马上就找这音响吗？谁知道已经买不到了。楚洁小姐，我很喜欢你的歌，幸会幸会。谢谢你。我认为啊，好剑就得卖给好剑客，好音响呢，自然也得卖给喜欢它的人。我工作真的很忙，今天在你这儿又等了这么长时间，所以不拿到音响，我是不会走的。你虽然说它已经卖出去了，可是它还在这儿啊。你既然没有标出它是非卖品，也没有说它已经售出，所以我就有理由认为这是我可以购买的商品。楚小姐，这套音响真的已经售出了。买主是欧阳小姐，她既是我的朋友，也是公司的股东。因为这套音箱是最早的一批，她希望留一套原汁原味的。也因为她是公司的股东，音箱一提走，店里就空了，所以呢，就一直摆在这儿。那我就更得要了，我就是要第一批原汁原味的呀。我是真的被你感动了。要不这样，我给欧阳打个电话，你跟他说，要是他同意，你就搬走；要是他不同意呢，你也别让我为难。那你打给他吧，我来说。好。喂，欧阳，我是雅文，知道有个歌手叫楚洁吗？他现在在店里，坚持要买你那套样机。好，我让他跟你说。喂，哎，欧阳小姐你好。楚小姐，你好，你好，我很喜欢你唱的歌，谢谢你这么喜欢我们格律诗音箱，我同意那套样机转让给你，感谢你对我们公司的支持啊。打包装车。先等会儿，我把这边擦一擦。看这儿吗？放这儿。看这回来。肖总，哎，你觉得怎么样？行，就这样，今天就到这儿吧。哎，来，快点。你们也赶紧吃饭，早点休息。肖总，店里人手不够啊。现在招人，一旦败诉了，人家刚上班就失业，那就把人家给耽误了。先这么维持着，等诉讼有了结果再说。
过来。刘斌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萧亚文会在诉讼前景凶多吉少的情况下入股公司。同样，伯爵公司竟然在这种情况下出650万收购葛律师，他们又是根据什么判断出葛律师会胜诉？也就是说，几天内他退出公司的代价至少是70万。刘斌的心里极度不平衡了。不违约就不够意思，违约才有价值。你要是不想害我呢，就接受违约金。这个钱是承租方出，正天大厦不会有任何损失。您还是请回吧，等了也没用。不是跟您说了那是样季吗？总经理交代了，不能卖。您不能让我为了这事儿丢了工作吧？好音响呢，自然也得卖给喜欢它的人。我工作真的很忙，今天在你这儿又等了这么长时间，所以不拿到音响，我是不会走的。刘斌的失落神态，让萧亚文心中滋生出一种莫名的悲悯。他明白，伯爵公司这份收购意向书会给刘斌造成的心理冲击。然而，凭空冒出来的收购意向书，这和当前的诉讼有什么关系呢？伯爵公司的真实意图是什么呢？这些在萧亚文心中都没有一个清晰的答案。刘斌此时最需要的是给自己空虚的心里找到一个支点，是他们这些人艰苦创业2年，死打硬拼才有今天的局面。他迷恋开宝马到处走的日子，绝不能一无所有。是我，刘冰。你在哪儿啊？我在北京。什么事儿？咱们上人的当了。今儿伯爵公司派人送来一份意向书，说是要以650万收购葛律师。既然伯爵开出这个价，就说明葛律师的价值肯定高于650万。你想想，当初我们要退股的时候，欧阳雪为什么想都没想就答应了？结果没几天，肖小文就买了葛律师51%的股份。当初我的股份最少，如果按损失计算，退出公司的代价就是70万。70万啊，想想都吐血。现在肖小文是公司的控股方，这才几天时间，他就赚了300万。要不是料定没有风险，他会干这种傻事儿？我现在才明白，我们是不明不白被人踢出来，这件事背后一定有阴谋。没准早就策划好了，我们被人家骗了，还蒙在鼓里头。咱们几个真是够傻的。那又能怎么样呢？即便是个阴谋，退股也是咱自己提出来的，人家没有难为你，那是表示人家大度。玩的真高啊！你就是想说理也找不着地方。咱们跟人家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对手，硬往上凑，只能说明自己弱智，没有自知之明。你的意思，这事就这么算了？结果已经这样了，再说啥都没用，只能认命吧。好歹你现在还留在公司里，怎么说你也是这个公司的元老，以后啊，不定有个什么机会，你可能就混起来了。我已经把欧阳雪得罪到家了。
刘大爷啊，我出去接个电话啊。哎，说吧。喂，谁呀？你大点声。你好，小姐，要来个什么？一杯蓝山咖啡，稍等。谢谢。上来，刘斌，刘斌，你冷静点，冷静点啊！自从咱退了股后，我一直睡不着觉，我心里老想这事儿了。我不认为是别人骗了咱们，所有的判断都是咱们自己做出来的，跟别人没关系。当时那种情况，欧阳雪能同意给咱们退股，我觉得已经够可以的了。说句难听的话，那是人家不给咱一般见识。我还是那句话，啊，要怪就怪咱是烂泥巴扶不上他妈墙。那你怎么解释肖尔文买股份的事？这还用解释吗？没有人家一个女的有种，也没有人家有脑子呗。妈，当初咱一手把公司操持起来，现在什么都不是了，我还得跟在这女人后面肖总叫，还被他整天呼来喊去的，真他妈来气。哎呀，行了啊！都这个时候了，再说这话还有什么意思？没劲啊！行了，就这。小姐，我能请您喝杯咖啡吗？谢谢，不可以。被您拒绝，真是让我感到是一件愉快的事。您很漂亮，而被您拒绝，更让我感到您内在的修养。喝杯咖啡倒也没什么，然后呢？然后聊聊呗。然后呢？然后就没有然后了。那您为什么不请一位男士，而一定要请一位女士呢？您不够诚实，而且您千万别说秀色可餐。如果是那样的话，您就到旁边参去，连咖啡钱都省了。然后就认识了呗。然后呢？有缘分的话就交个朋友呗。然后呢？然后就真没然后了。然后就上床了。不然您大可以秀色可餐。您看，一杯咖啡承载着这么伟大的使命，您还是自己留着，有的放矢吧。那您来这种地方干什么来了？哼，那就要把这儿的老板请出来回答这个问题。不知道是咖啡厅误解了您，还是您误解了咖啡厅呢？对不起，小姐。这个晚上，有不少人难以入眠。格律诗事件给所有参与其中的人
都上了生动的一课，其中的道理让他们百思不得其解。萧亚文在咖啡屋静静地坐了3个小时，他终于明白了，伯爵公司此举只是虚晃一枪而已，意图并不在于收购，而在于接近了解格律师。不简单呢，伯爵公司这叫居安思危。服务员，买单。歡迎光臨，小姐幾位呢？有位了，呢邊請。謝謝。喂，沈南，你到了吗？我就在门口呢。哦，我到了。哎，这儿呢。啊。等好久了吧？还好，我也刚到，挺热的，喝口茶呗。我自己来。好。最近忙吗？还行。我刚才去了趟电信局，顺便把你的话费也交了，省得你再跑一趟。真谢谢你了，连这点小事还想着我呢。你这是干嘛？拿着。你也太客气了。那好吧，一会儿就拿这个买单，全当我请你吃饭了。上2次都是你请我，我也不能太不像话了吧？夏雨，我今天约你出来，想跟你商量个事儿，希望你有兴致。别再像上次那张健身卡似的，一次都不来，只为应付我一个面子。什么事啊？你说。我想出去旅游几天，换换心境。可是一个人去吧，又太孤单了，又找不到合适的伴儿。你有时间，咱俩又谈得来。如果咱俩结伴旅行，那是最好了。这大热天的，去哪都不如在家待着呢。谢谢。我老家在陕西秦谷，小时候跟我父亲回去过几次，只知道那地方穷，却不知道还有壶口瀑布、黄帝陵这么有名的地方。我想去陕西玩几天，去看看兵马俑、大雁塔，再看看壶口瀑布，尝尝正宗的羊肉泡馍，顺便回老家看看。我跟你比不了，你是自由人，我可是由不得自己，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哪里呀？林先生这么宠你，这点小事应该不会不同意吧？我就想有个伴儿，你就全当陪我去玩了，一切费用都归我。那就更不行了，我要去啊就自己出钱。其实谁不愿意出去旅游啊？我只是不想让人觉得我蹬鼻子上脸。这事儿我还不能答应你，得先问问林青。这个容易啊，你现在就给他打个电话问问吧。现在是纽约时间早上7点多，这个时候打电话不合适。也都快8点了，该起床了。哎，你打电话问问吧，问问。是我，对不起啊，这么早打扰你休息了。有个朋友想约我出去旅游几天，我想问问你的意见。那我就答应人家了。那好，那我先挂了，你注意身体，想你。同意了，同意了，太好了。来，咱俩以茶代酒，干一杯。来，我得好好计划计划了。夏雨，你的话费不多呀。我给谁打呀？以后你要是闷了，就给我打电话，我陪你聊。陪我聊，
你生意还做不做了？夏雨，你打算以后就这么下去了吗？怎么可能呢？我已经28岁了，一天不如一天水灵。这个游戏规则是，只容你花开，不容你凋谢。是老板吗？我是老板，知道你那里有情况，已经等你多时了。与沈南商定3天后飞西安，名义是旅游。林青同意我去西安，是否能理解为指挥部的意见？另外，今天沈南以帮我交电话费的名义查询了我的通话记录。沈南不敢贸然调查你，一查就暴露他自己了。他要调查你的前提，首先是要保证自己没有嫌疑。你的身份设置经得起调查。林青同意你赴陕，是指挥部的意见。你对沈南的陕西之行有什么判断？我仅根据这片情况做2点判断：第一，延安秦谷是吴承祥和沈南的老家，沈南这一次陕西之行可能是单纯的旅游，而应该是吴承祥行动计划的一部分，意在给人以巨赃款为假象来试探我们。第二，沈南不知道也不会参与赃款的提取和藏匿，这里既有吴承祥对他的保护成分，也有不信任的成分，所以我认为没有必要对沈南实行监控。沈南周围一定还有第3只眼睛，否则吴承祥策划他的陕西之行就没有意义了。通报一个你需要了解的情况：吴承祥的代理人已经明确通知林青，吴承祥为了防止赃款转移过程中的黑吃黑，已经通过代理人与广州的黑社会达成了交易，出100万元买你夏雨的人头，以此制约林青。我的头有这么值钱啊？杀手已经先一步地设想，然后会步步先于你，以便于他们观察和隐蔽。吴承祥让沈南拉上你有3个目的：一是让旅游的事实成立，为出行的真实意图做掩护；二是试探虚实，陕西这边安全，广州那边就会有动作。一旦他们发现陕西这边有人跟踪，广州和纽约那边就会立即停止。3是防止赃款转移的黑吃黑，拿你做人质。明白。你们组的曾华和黄文贤今晚连夜开车赶往西安。延安是吴承祥的老家，他当行长期间曾为老家做过事情，目前尚不完全清楚吴承祥在延安的社会关系。陕西警方出于保密的考虑，从秦谷抽调3名刑警配合你们这次行动，他们对当地的情况比较熟悉。你的安全不仅取决于你们这个组，其他组的行动不慎也会波及到你的安全，你要特别小心。一旦情况紧急，会有人把武器给你送去。明白。熟悉西安吗？以前旅游去过1次，执行任务去过1次，但我和沈南说没有去过，以免这一次旅游的理由太牵强，让他们产生怀疑。要特别注意细节，一定要做到慎之又慎。是。请问乐盛公司打赢今天这场官司是不是胜券在握？乐盛公司能否通过这场官司重新树立起在音响拍上有心目中的形象？你们怎么看伯爵公司以650万收购格里仕公司？相信法律，相信法律啊！你好，请问格里斯公司会接受伯爵公司的收购吗？请问你对诉讼结果乐观吗？对不起，现在不能说这话，谢谢。来，请让一下。那互相交换一下证据。我是肖雅文，是北京格律师公司的法人代表。这是格律师公司的股份转让协议书，请验证。
原告方乐盛公司的证据是音箱生产厂家、音箱制造行业专家、音响行业协会技术检测部门分别出具的23份成本评价意见书和一份由乐盛公司计算的格力式音箱最低成本的综合评估报告。尽管林宇峰对诉讼有信心，但信心毕竟不是结果，他心里还是隐隐萌动着一种无以名状的不安。格律诗公司没有在法院规定的期限内提交应诉答辩状，放弃了一次答辩权利，这说明什么呢？是对方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打这场官司，还是格律诗公司内部出了问题？林宇峰在想，对方能拿出什么证据呢？我方的证据材料包括有北京格律诗公司音箱喇叭、箱体、接线柱、标牌、包装箱等进货发票，北京格律诗公司音箱成本明细表，格律诗公司预备股东扩大会议记录，2005年北京格律诗公司关于公司宗旨的决议，古城王庙村与北京格律诗公司订购合同，古城王庙村个体工商户音响机架生产录像，古城王庙村个体工商户经营执照、个体工商户证词，古城王庙村个体工商户成本核算表，生产成本原始记录。王庙村独立的个体工商户，这样一来，格力诗作为诉讼主体就被蒸发掉了，我们的诉讼对象就应该是王庙村那些农民，真高明。喂，严所长吗？证据交换完了，情况发生了变化，很严重啊！啊，我现在就到机场，啊，见了再说吧，啊。喂，赵青，我是宇峰。宇峰，情况不太好啊，对方的证据很充分，格律诗实际上就是扶贫公司，完全是贫困村的农户式生产。一句话，在不是人待的地方干不是人干的活，跟老天爷的资本家一样，根本不是工业生产的成本概念。幕后策划是丁元英，详细情况电话里说不清楚，见面再谈吧。证据里有 VCD 影像资料，你让方秘书准备一下播放设备。蒋律师刚才已经向严所长通报了情况，败诉几乎是定局了，可能需要考虑败诉以后的应对问题，你得有个心理准备啊。丁元英，农户是什么？亲人唱一唱，一颗枣儿一颗心，嘿，要好心心向着共产党。一颗枣儿一颗心。周总，宇峰啊，你怎么闲了？生产和销售都停了，闲着没事儿找你聊聊。来，坐坐。哎呀，我这里上了一档新花样，革命少女3人组合，用新配器和新唱法翻唱老革命歌曲，没准能火一把。也是一种革命传统教育。你在欣赏音乐方面比我在行，既然来了，帮我指点指点。
这是舞台综合艺术，听我指点，你怕连成本也收不回来。赵青前2天跟我说，你们几个在金海饭店的酒桌上，把我给批判了。哎呀，那天凑在一块儿喝酒啊，又聊起你们起诉葛律师公司的事儿。哎，我和几个老总啊，就数到了你几句。赵青说我们不懂，那是战略需要。我觉得呀，你在处理对方求和的问题上有一些前途。杀人不过头点地嘛，何必再弄一些记者给人抖了抖了，搞得满城风雨？你在音响界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应该有点风度嘛。现在已经不是风度的问题了。刚才赵青从北京来电话，证据交换刚进行完。葛律师居然是个扶贫的公司，是贫困村的农户式生产，愣得碰上不要命的，败诉基本上已成定局。真他妈见鬼了！扶贫？扶贫？农户式生产，那种场面，能想象得出来。你的大话已经将媒体炒得开了锅，要真的败诉，怎么收场？说大话是为了打击对方的信心，煽动媒体造声势。你以为我不说那句大话就可以不跳楼了吗？跟那个没关系。市场一死，整个公司全死，跟着就是债主一窝蜂的上门讨债，再接下来就是破产拍卖。我难道还去摆地摊糊口不成？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就不能不去关注一下那位幕后的丁先生了。这里不是说这种话的地方。好，去我办公室。您好，师傅，咱当心啊，厂里都走。行，够了。赵青第一次跟我说这事儿，我就说呀，这个事儿不可以掉以轻心。就凭丁元英是正天集团总裁的朋友，就凭韩楚风送给他那辆车，这个人物肯定不一般。我正是看到了这些背景，才去判断格力士公司的情况，所以只往规范现代的模式上考虑了。谁能想到，几个发烧友的公司还扶得哪家的贫呢？从另一方面说，丁元英跟他们确实没有利益关系，甚至以前都不认识。志伟去年就知道这个情况，不是现在。也许啊，这个事儿一开始就是个圈套。不是也许，而是就是。威胁他，还是除掉他？收买肯定不行。伯爵公司已经开出了天价，要是能收买的话，现在应诉的应该是伯爵公司。以你的处事方法，你会怎么处理？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雨峰啊，算了，咱不玩音响了，啊，潮起潮落常有的事儿，别老放在心上。到我这儿来，你愿意单干，我给你支个摊子；你愿意热闹，咱们就在一个锅里头搅和。乐盛那边的事儿交给赵兴，让他们折腾去。中国音响的餐桌上，就真多林宇峰一把椅子。杀人不难，杀人不留麻烦。杀手和知情者是你一辈子的隐患，不留麻烦也不难。什么样的价位享受什么样的服务，当然你出得起100万，破产以后也出得起。好，不留隐患也容易了，但是不留心病难。背着一条人命过日子，这是一辈子都治不好的绝症。这仅仅是其一，还有其二、其三。有道理。说说其二。杀了一个丁元英，乐盛公司就得救了吗？不会，只能垮得更快。因为你们是在做市场，市场就讲究社会形象和公众评价，这是企业的命根子。如果市场救不了你，那么杀这个人的意义又在什么地方？如果竞争不过人家就去杀人，你就是把全世界的奖杯都抢回家，又有几分含金量呢？丁元英跟你真有深仇大恨吗？人家好歹还是在扶贫，你真怕穷吗？你是丢不起面子。其三，黑道不是谁家独有的买卖，你能花钱买到的东西，别人花钱一样能买到。正天集团的总裁缺不缺那点买你命的钱呢？赵兴说，赞助10大音箱测评的是个开赌场的德国女人。一般的朋友能不能做到这一点？这个女人缺不缺那点买你命的钱呢？除掉对手是为了自己生活得更好。如果除掉对手是给自己掘了一坟，那么杀这个人的意义又在哪儿呢？看来弱肉强食的法则放到哪都合适。这还都只是一些权衡利弊的东西。重要的是，你林宇峰是中国 HiFi 音响的有功之人，是发烧友心中的英雄。就为这，你活着一辈子都值了。无论躺着站着，都该是条好汉。这个污点你沾不得，只要沾上，别说你这辈子擦不干净，你从前所有的成就感都会被造走。你有多少钱也不妨碍发烧友评价你是个渣子。如果败诉只是舍几个钱的问题，我就没这么闹心。脸蛋子，那可不是女人涂脂抹粉的脸蛋。老弟呀，哥哥我不是好人，是过来的坏人。我是真心把你当为朋友，才说了几句人话。你在这种时候来找我这种朋友，潜意识里就有想用那种方式解决问题的念头。道就是规矩，既有所能，就必有所不能。
这是一支好枪，里面有7发子弹。不管你有没有那种念头，至少不能经过我的手脏了你的名字。你掰的太大了，一看就不是行家吃的白虎泡馍。太大呀？对呀，你看，一般会吃馍的都掰的特别小。你以前吃过吗？没有，想着也没吃过，一会儿尝尝，味道很不错的。人家说你要来一趟陕西，如果不吃一碗老孙家泡馍的话，就等于白来一趟。泡馍也是陕西的一大特点，提起羊肉泡馍，都知道是陕西名小吃。这一家是最好的，对，味道最正宗的。好，谢谢。林一峰需要消化这种突然的变化给他带来的心理波动。他外表是沉静的，而过于沉静的外表恰恰诠释着他内心的沉重。他被一种溃败的情绪笼罩着，严峻的现实与刚烈的性格绷紧了他每一根神经。如果败诉，乐盛的经营体系真会瘫痪吗？就真这么不堪一击吗？思前想后，他觉得，如果在这些问题上再抱什么幻想，就是自欺欺人了。纵观商场惨败的案例，因为一招不慎而导致全盘结束的案例举不胜举，自己怎么就不从中汲取点教训呢？他在心里懊悔叹息，聪明反被聪明误，拿人家的音响当托，1000副套件给人家设陷阱，拿诉讼置人家于死地，自以为高人一筹，结果呢，用自己的矛戳穿了自己的死穴。极端的自尊心让他胸口像塞了一团棉花似的堵得难受，有一种要憋死的窒息感。葛律师够狠，伯爵够阴，斯雷克够损，乐盛够蠢。一向自负而刚强的他，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欲哭无泪，什么叫欲诉无声。那么，败诉之后，债权人会如何选择呢？债权人最希望看到的是乐盛公司能够依靠着现有资产走出困境，而走出困境的唯一出路就是与葛律师合作。乐盛与葛律师就成了优势互补，反而强化了市场竞争力。或许这正是丁元英策划葛律师事件的真正目的。即使败诉，也是他林宇峰个人的败诉，而乐盛公司仍有出路。那么现在就撤诉求和，这样能保住自己大股东的地位和利益。这个念头仅仅在林宇峰的脑子里闪了一下，他的心就立刻被一种巨大的绞痛覆盖了。挺香的，香吧？好吃吗？味道真不错，真是名不虚传。来，再放点辣子，味道就更地道了。能吃辣吧？还行。
没准你下次还会想。谢谢您啊。好，坐，请坐。好，江律师，来，严辛苦了啊，咱们辛苦，请坐啊，坐。董事长，严所长，咱们先把格力士的证据研究一下，然后再细说。谢谢。那么精致的音箱，居然是在这种简陋恶劣的条件下生产出来的。他们的成本控制已经细化到一张小小的砂纸了。这样的生产方式没有土地、厂房和管理设施的投资，没有安全保护、环境污染和各种社会保险的成本，没有固定资产折旧，没有休假日，没有用工条件限制。这种干法几乎是原始资本主义的奴隶榨取式生产。这种成本对法律制度规范下的工业化生产根本就没有可比性。道就是规矩，既有所能，就必有所不能。人家说你要来一趟陕西，如果不吃一碗老孙家泡馍的话，就等于白来一趟。那么精致的音箱，居然是在这种简陋恶劣的条件下生产出来的。这种成本对法律制度规范下的工业化生产根本就没有可比性。这些情况，你们北京方面连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察觉到吗？商业保密是常识，把无可夸耀的部分遮盖起来是人的本能。我们看到的是格律诗音箱德国权威机构的测评报告，是格律诗音箱欧洲总代理和伦敦、巴黎、柏林这些欧洲名城。我们看到的是高档的音箱和精致的说明书，是宝马轿车，是丁元英这种人的背景。很难想象这些正当的东西和画面的东西联系在一起啊！这个萧亚文是什么人啊？他怎么成了格律诗的法人代表了？萧亚文参加了证据交换，我们和法官都质询了这个问题。格律诗求和失败后，叶晓明、冯世杰、刘斌3个股东担心败诉会给他们个人带来经济损失，就把他们手中的股权全部转让给了欧阳雪。在这之后，萧亚文就出资35万和负债40万，从欧阳雪手中购得了股权，他就成了格律诗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和公司法人代表，也是这次被告方的诉讼代表。这个女的是警官大学毕业，并且有一定的法律知识和社会阅历，此前就职一家猎头公司。这次交换证据是正式开庭前的预备庭，证据表明以比对商品成本胜诉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那么我们以反不正当竞争为起诉理由的法律根据是什么呢？
格力士公司的生产违反了劳动法、环境保护法和禁止使用童工的相关规定。这种违法的生产方式使格力士公司的产品低于正常的生产成本，反映的市场就形成了一种不公平竞争。如果产品从生产阶段就存在着不正当竞争，那么反映到市场销售阶段所延续的必然是不正当竞争。劳动安全卫生设施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用人单位必须为劳动者提供符合国家规定的劳动安全卫生条件和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产生环境污染的单位必须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废气、废水、废渣、粉尘、恶臭气体等对环境的污染和危害，禁止个体工商户、农户、城镇居民使用童工。格力士公司的生产方式违反了这些法律规定，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格力士公司没有递交应诉答辩书，原因是他们股东内部出了乱子，已经顾不上应诉答辩了。这个情况说明一个问题：叶风流3人对胜诉已经没有了信心，所以他们及时就脱离了公司。他们是最了解公司情况的人，他们判断出败诉可能性的根据是什么，焦点也是在生产方式上。正是这种生产阶段的不正当竞争，才让他们得出了可能要败诉的结论。于峰，格力士公司只是前台做戏，你的真正对手是丁元英。无论作为诉讼代理人还是作为朋友，我都必须要告诉你，胜诉的把握不大。要证明被告在生产阶段存在不正当竞争，就必须首先证明生产农户与格力士公司的隶属关系。在丁元英的设计里，公司与农户是一个体系里的2个部分，千真万确是一回事。但是要证明这一点非常困难。个体户再小也是法人，一纸工商执照就把这种实质上的隶属关系变成了法律上的商业关系。很难说法庭在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之间会采信哪一个，而且即便隶属关系成立，也未必就能胜诉。客观上的不正当竞争不等于法律上的不正当竞争。违反了上述法律，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叶风流3个人不知道这个道理吗？他们为什么得出了相反的结论？既然关注的焦点都一样，他们的根据是什么呢？观念，传统观念。一是传统的事事生以雄辩的观念，2是传统的疑罪从有观念，3是传统的青天大老爷的观念。中国人长期接受简单的文化思维教育，他们相信法律是神圣的，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但也绝不会放过一个坏人。那个下午，乐胜走过了一次凌乱复杂的心路历程。危局当前，重新梳理思路，以既定的心态面对严峻的局面。但他们怎么也想不明白，丁元英是如何为策划这场官司做了2手的准备。他们害怕这种杀富济贫的观念一旦被法律默认，那么各行各业凡是适合这种生产方式的产品都会卷入这种恶性竞争，最后得出意见是拼死一搏。开完会，林宇峰久久不能忘怀的是格律师那份股东扩大会议记录里的一句话：两败俱伤，你比他多一口气，你就是赢家。夏雨，后天就是星期4了，去延安的航班只有每周4一班。咱们这样吧，明天先在西安玩1天，上午咱们去秦始皇兵马俑，下午呢就去大雁塔，你看怎么样？好，你看着安排呗。
哟，都快11点了，早点睡吧。好，明天好有精力玩。哎呀，晚安，Good night。在葛律师和乐圣狼烟四起的时候，我却因任务需要在陕西四处游览。丁元英那儿怎么样？一丝进展。由于任务的原因，一直没有与元英联系，但我的心中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那些人和事。你觉着严所长的话靠谱吗？律师的理要是能当饭吃，法官就得饿死。资本往成本低的地方流动是经济规律，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都往贫穷国家迁移，就是因为廉价的劳动力嘛。那你为什么还要答应他？律师费按1半计算，也得几10万呢。事态发展到这种地步，还有花这个钱的必要吗？撤诉、求和，被人强奸了，连呻吟一声都没有，马上提着裤子说：“你得娶我。”乐圣得多贱呐！这块牌子还值钱吗？两难呐。葛律师吃的是鸡贵，根本就没吃殷香的饭。殷香是他们在生存的基础上求发展，你跟他对峙什么呀？两败俱伤，他只要比你多一口气，他就是赢家。葛律师拒绝了伯爵，就是给你留条路，知足吧啊！丁元英的意图就是逼你合作。乐圣的套件和销售网络，葛律师的箱体和生产基地，这就是丁元英的目的。扶贫，也就只能合作了。正因为如此，官司的输赢都得打。侥幸打赢了更好了，打输了，说明法律默许这种剥削榨取的生产方式。到那个时候，你再同流合污，就无可指责。更重要的是，通过诉讼的合法形式，揭露丁元英伪君子的真实面目。社会舆论自有评说，让他在有识之士的声讨声中臭名昭著。我是输家，他丁元英也休想成为赢家。好，我赞成。一边是洋人对中国的产品实施反倾销，一边是国人在自己的窝里恶性竞争，天理又何在？这些话留给蒋律师到法庭上抖搂吧。归根到底，乐圣既不输在法律，也不输在国情，是输在我林宇峰。这场诉讼对两个公司已经不重要了，实际上已经成了我跟丁元英个人之间的较量，而且没有赢家。第一次来吧？我到上地表馆啊。前2天在这儿掉了不少人风。叫什么名字的？上南。
您的房间在2212，从楼梯上，从这个楼梯上。哦，好，谢谢，不用客气。谢谢啊。2212是吧？夏雨，下午你自己出去转转吧，我有点累，想歇一会儿。顺便我想把明天包车的事给咱联系一下，然后再买点饮料和零食，在路上吃，好吧？好。延安是吴成祥的老家，到了延安，也就是到了敏感区。沈南的决定既在情理之中，也可以让有心人往异处猜想。毕竟是整个下午的时间，两个人分开单独行动，妙就妙在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怎么猜都是错。我充分尊重沈南的意见。吃过午饭后，我就带着照相机一个人去附近的几个景点游览了。我没有刻意去表现什么，而是真正以一个旅游者的心态参观拍照，每到一处都看得很认真。不知不觉几个小时过去了，我知道我自己的周围一定有一双窥视的眼睛，我也知道在这双眼睛的后面还有一双监视那双眼睛的眼睛，他们都在暗处。沈南，沈南，服务员，哎，来了，麻烦开下门。好的。服务员，麻烦你送壶开水到2212。好，谢谢。哎，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我把咱俩明天吃的喝的全买齐了。咱俩哪吃那么多呀？哎呀，累死了。明天一大早啊，咱们就先去壶口瀑布玩。完了之后就直接去我的老家青谷，车我都订好了。后天咱们就回西安，好吧？好，这些东西也是我给爷爷奶奶还有老家的亲戚们买的礼物。你怎么不早说呢？我也得给两位老人买点礼物啊，要不然失礼了。不用，这些东西啊，咱们俩的都有了。这样不可以。这样，等明天到了县城我再买。随你吧。哇塞，太漂亮了！哎，蔡姐们呢？
长时间没回来了。来了，三叔，认不出来了？这是男娃子。你是男娃子啊？啊。今年那么回来一趟，这穷了都认不出来了。快回来，快回来！爸妈，男娃子回来了。爷爷，奶奶。哎呀，爷爷奶奶可想你们了，好不好？哎呀，长得漂亮，看长高了吧？长漂亮了，那就了啊！奶奶也太想你了。这谁嘛？不是外亲哦，这是俺的朋友夏雨。爷爷奶奶好。哎，这来不来？好，就是。这他们不要了。好，你上家回家里去。怎么，奶奶？太想你了，叫你把你朋友找。走，他俩都烂了。你自己身体还好吗？喂，我是黄文贤。喂，我是钱柜的老王。哦，好。小南正在他爷爷家吃饭，他们那个同事啊和他在一起啊。王队长，你们辛苦了啊。我们正在赶往秦谷的路上，你们注意监视，明天上午对沈南实施拘捕。哎，我知道了，你放心吧。好，那谢谢啊，再见。现在就剩下秦谷的一个沈南了。走，吃饭。好嘞。你坐这。坐这。来，别坐这。这么多菜啊！也没有啥好招待的，随便吃一点。挺好的，要是别麻烦了。麻烦。筷子拿起。这都是我三婶做的。兄弟他奶奶回来了，咱高兴。几年了不见了，咱们今天喝点酒啊，都喝。来。先给爷爷倒。来，我们全家碰一个。来，咱们都喝啊！欢迎你回来。来，欢迎咱们奶奶和她的朋友来。也祝爷爷奶奶长寿。好，来。哎呀，奶奶好好招呼你的朋友啊！看咱们爷爷的这荞白骨这个菜。你把我们这菜都赏给一下，看我们菜好吃不好吃啊！奶奶让你把这每个菜都吃全备都来吃，都是我三婶做的。特别这个苦菜，这个苦菜没肉了，你们两个这么漂亮，越吃越漂亮。现在离秦谷还有不到200公里了。哎，那咱们12点左右就应该到了。差不多。哎，我替你开会儿吧，你歇会儿。哎，我来吧。上车走。走了。进去吧，要不你今天也别走了，就住这儿吧。不了，难得回来一次，你多陪陪老人说说话，我就先回去了。我再用自行车把那个夏姑娘再送一送。不了，姑姑，招待所很近，我认识的。我自行车一下把你送过去了。走，我这个地下等你着。好，那明天早上8点钟，咱们俩长途汽车站见。好，再见。好，拜拜。吴成祥决定实施提取转移赃款的时间应该是明天下午，这个时间是我们返回延安之后飞回广州之前。吴成祥既要确信沈南的行动没有受跟踪监控条件下做出的实施决定，还要防范转移赃款过程中的黑吃黑。而夏雨在延安滞留期间
完全处在无从防范的状态，是最便于杀手下手，也是最有效威胁他人身安全的地段。基于这些条件的判断，在双方行动的开始之前，还会有将近20个小时的平静。喂，小丹吗？啊，我是曾华，不好意思打扰你休息了。我们几个刚从延安赶过来，我和黄文贤住在2楼217房，你来一下，咱们把工作商量一下。你们怎么知道沈南今天不在这儿？下午延安那边一行动就通知秦谷公安局把沈南监控了，我怎么会不知道？具体情况咱们见面再谈。总之啊，这一网是成功了。好，我马上过来。这个是你的，这个用不上了。你能囫囵个的坐在这儿，我们俩也就放心了。怎么回事啊？我还以为明天下午开始行动呢。是啊，我们也是这么认为的。可谁知道这吴成祥是怎么分析杀手提供的情报，愣是今天下午就行动了。是不是想来一个逆向思维？文贤啊，你把情况给小丹介绍一下。哎，我嘴笨，还是你来吧。好，那还是我说。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是昨天，已经过了0点了。哦，对，是昨天。昨天下午4点50分，指挥部下达了行动命令。根据指挥部通报的情况，在纽约，中美警方联手抓获了吴成强。当时这小子还在被窝里呢。在广州抓获了吴成强的姐姐吴慧娟，还有吴成强的代理人董海山，缴获了75万美金、420万无记民事国债、13张大额存单、150万人民币现金，总计是2370万人民币。还捎带端掉了一个广州的黑帮团伙。在延安抓获了2名杀手，一个叫胡啸天，一个叫马志强，现在就剩下一个秦谷的沈南了。总之是没费一枪一弹，广州、纽约、延安3个地方一起拿下。太好了，我还担心在我这出问题呢，我真是担不起这个责任。这个案子办得漂亮，直到收网，吴成强都没有怀疑到对手是警方，主要防范在黑吃黑了。还有那2个杀手，刚到西安就被咱们盯上了，还是不够专业呀！啊！眼下这2个杀手羁押在延安看守所，我和文贤突审了3个多小时，已经把审讯笔录传真给了指挥部，然后我们就连夜赶过来。秦谷的3个同志已经回家休息了，指挥部派专人飞延安押解2名杀手，他们坐飞机回去，咱们带枪的走陆路回去。大致情况就是这样了，还有一个沈南没抓。咱们把这儿的工作商量一下。你是组长，你安排就是了。承蒙2位抬举啊，这次咱们配合的不错。等这个案子一完，我这小官也就做到头了。夏雨的角色演完了，我就戒了。这个你们拿去抽，我用不着了。我男朋友不喜欢女人抽烟，别为这个把我休了。哟，咱怕他？怕？是商界风云人物吧？再不济也是官场上哪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哪里啊，一个流浪的小混混。文贤，你听听，瞧人家这浪漫的水平。就是啊，哎，不过你那枪啊太破了，回头跟你们局长说说，给你换把好的。
好枪啊！是好枪，可这枪都是冲着你来的。我命大，有你们保护我。哦，我们的计划是这样的：上午8点去抓捕沈南，突审，然后马上把审讯笔录传真给指挥部。下午咱们找个地方，请秦谷的同志吃顿饭，表示感谢。本来呢是人家秦谷的同志啊要给咱们践行，可咱们都知道，这秦谷是个贫困县，本来经费就紧张。再说人家是给咱们帮忙的，老曾的意思呢，这钱呢回去能报咱们就报，不能报呢，咱们仨把这钱出了。行，这个没有问题。抓捕沈南，我想提个建议，尽量不要惊动他的亲戚，既是照顾老人感情和沈南的脸面，也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所以警车不宜靠得太近，也不要挂警灯、鸣警笛。我觉得去2个人就行了。还有就是谁来审沈南，审讯方案侧重哪个方向，可不可以把吴成祥已经落网的信息告诉他？这个我已经请示过了，吴成祥落网的信息可以告诉他，以免他还抱有什么幻想。审讯沈南还是由你来审比较合适，你们彼此了解不啰嗦。根据吴慧娟的角色来看，沈南他知道的情况并不多，毕竟在吴成祥看来，沈南还不能算最可靠。王队、曾华，你们就在这等我吧。小心一点。沈南，我在你家门口，你出来一下，我有事儿跟你单独谈。好，我就来。好。哎，夏雨，你怎么来了？不是说好咱们在长途汽车站会合吗？沈南，你涉嫌吴成祥卷逃公款一案被刑事拘留了。这拘留证，车就停在那边，车上警用标志都拿掉了。如果你不想惊扰2位老人，回去道个别，和我一块上车。你是警察？是的。那我怎么跟他们解释啊？我就说你朋友到延安来办事儿，知道你在秦谷，顺便来接你一趟。可以。好吧，给我几分钟，我马上出来。奶奶，胃口哥过来，然后你家常回来着。啊。那边可没了。爷爷3户3省，奶奶再回来吃，再回来啊，慢些啊。那边走。再回来啊。又说了回来啊。再回来。奶奶，是了，以后有空就回来啊。好好好。奶奶年龄大了，经常回来看。常回来看了，常想你了啊。啊。多数都没见上，这次见时间对啊，以后多回来啊。好，沈南回来啊，我们走吧。好，别说了，回头啊，常回来啊，奶奶回头啊。爷爷奶奶，你们先回吧。慢些啊，路不好走，慢些啊。大哥，是我。过2天法院就要开庭了，雅文来电话说让我去北京跟他商量一下开庭的事儿，我现在就过去。您看，您还有没有什么要吩咐的？上了法庭别慌就行。啊，我知道了，您放心吧。小丹回来了吗？
他回来以后，你让他给我打个电话。行。好的，那我挂了，大哥再见。谢谢，谢谢你们招我的时候考虑到我爷爷奶奶，这让我很感动。不过，我还是想知道，你真的是警察吗？是。真是可惜了这张脸蛋儿，当警察。这和本案无关。你只需要谈和本案有关的问题。那要先从你开始啊！你应该先拍桌子，让我放老实点儿，提醒我这是什么地方，然后再告诉我，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沈南，你是有民事行为能力和公民人格的人，请你自重。如果你对警察的司法实践有看法，可以通过正当途径表达。我个人和你之间没有恩怨，现在是你和法律之间有了问题，你应该明白这个逻辑关系。我没有犯罪，没什么可说的。你可以沉默，但是你的沉默可能会使控方和法庭做出对你不利的推断。你威胁我？不，我是告知你作为犯罪嫌疑人对这个问题的知情权。任何公民不受强迫自证其罪。你在侦查起诉阶段，也有权对自己做无罪或罪轻的辩解。你的沉默也不能成为法庭定罪的依据。但是，坦白、沉默、狡辩、辩解都是对推断和量刑有影响的因素。审讯作为取证手段之一，不仅取证你有罪，也取证你无罪。你们凭什么说我有罪？在你未经法院审判并确认有罪之前，不会有人说你有罪。只能说你是犯罪嫌疑人。吴成祥已经被中美警方联手抓获，引渡只是个时间问题。吴成祥的姐姐吴慧娟和吴成祥的代理人董海山在广州被抓获，缴获赃款2000多万。吴成祥付给广州黑帮100万买夏雨的性命。2名杀手在延安已经被抓获。这是缴获杀手的武器。你确实没有什么可说的吗？有，但是我不知道从哪儿说起。还是你问吧。如果我有撒谎，我负法律责任。你在吴成祥案发前1年离开明川去广州，这事儿和吴成祥有没有关系？有。吴成祥对我说，可以让我出国，也可以让我过上国外上流社会的生活。怎么样才能过上那样的生活呢？那么多的钱从哪儿来？不用说，谁都能想得到。然后我就对他说：“你能给予我什么，那是次要的，但是你至少别剥夺我什么，比如自由。”然后他就对我说：“你去广州发展吧，到那儿开个饭馆，卖服装，干什么都行。明川不适合你。”我想也是个机会，所以就去了。什么机会？我想过，明川肯定要有事情发生的，到时候明川肯定是个是非之地。不过我去广州也是出于个人发展的考虑。一般的说来，舞蹈艺术的生命比较短，趁着年轻，还是应该多赚点钱。我有舞蹈的底子，广州的消费指数又那么高，在那儿开个健身房，生意会好做一些。吴成祥有个姐姐叫吴慧娟，在那儿开了个酒楼。我在广州又人生地不熟的，好赖也有个人照应吧。你以前知道吴成祥在美国的详细地址吗？
不知道。他也不可能告诉我，除了危险，没有任何意义。当初吴成祥为什么没让你去存这些钱呢？我不否认他有保护我的考虑，但是我觉得他更多的是出于对我的不信任。这个道理明摆着，如果我有了钱，我就不需要有钱的男人，而是需要有内涵的男人。你帮夏雨交电话费、打印电话单是出于什么考虑？我就知道你会怀疑我在调查你，但是我确实只是朋友之间的帮忙。约夏雨陕西旅游是谁的主意？吴成祥的主意。他说广州的气候比较闷热，让我约上夏雨，去陕西的兵马俑、壶口瀑布去转一转，旅游几天，路上也好有个伴儿，还可以联络感情，顺便可以回老家看看。我完全是按照他的意思去理解的。如果我要是知道这次旅游会让我成为犯罪嫌疑人的话，我肯定不会去的。离开广州以后，旅游期间，你和吴成祥有没有通过电话？没有，他没来过电话，我也没打过电话。你知道旅游期间有人跟踪吗？不知道，他从来没告诉过我。沈南，如果在旅游期间你发现夏雨是警察的话，你会怎么处理？我还没有傻到顺着你的思路去说，我就打电话给吴成祥报信儿。我只能如实的回答你，没有你说的如果。即便是有如果，夏雨是不是警察，关我什么事？好了，今儿就到这儿吧。沈南，你看一下，没有出入就签上你的名字，并按上手印。沈南，走吧。沈南这口供啊，不管怎么看，基本事实已经清楚了。他根本就没有必要撒谎，因为一查就清楚了。也就是说呀，他从一开始就给自己划定了一个安全区。就像他跟吴成强说的：“你能给我什么是次要的，至少别剥夺我什么。”如果经过查实，沈南确实在旅游期间没有和吴成祥通过电话，那他就应该庆幸了，这会让他比较容易说得清楚。如果其他方面没有直接证据，控方仅靠现有的事实和推理指控他有罪，肯定不可能成立。沈南这脑子够使啊，能让吴成祥这么一个聪明的男人围着他折腾来折腾去，到头来人家掉了脑袋，他自己一身清白。这吴成祥没事瞎折腾什么呀？这是。仵作，这和本案无关吧？依仵作之见，吴成祥的手铐另一头应该铐上沈南，那男人心里就平衡了。我可不是这意思，我是说现在这人呢，都怎么了？雅文。你在吴成祥案发前1年离开明川去广州，这事儿和吴成祥有没有关系？有。吴成祥对我说，可以让我出国，也可以让我过上国外上流社会的生活。
如果经过查实，沈南确实在旅游期间没有和吴成祥通过电话，那他就应该庆幸了，这会让他比较容易说得清楚。小丹出差都快1个月了，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他给你打过电话没有？没有，刑警干的就是这个工作，所以女人能在刑警队坚持下来的不多。咱们县挂钩扶贫会啊，连开3天，这个大小餐厅啊都已占满了，只能临时啊给你们开个这个小会议室当餐厅。这摆上2桌还挺宽敞的。谢谢啊。来，看行不行？大象，挺好挺好。小王，谢谢。把办公室的2台电风扇拿过来。好的。再需要啥尽管说啊，给您添麻烦了。谢谢。好，那你们忙，我就走了。好，您先忙。好，再见。哎，小丹，咱这都怎么样了？太好了。王队，你来的可真是时候，我们俩正要说去找你呢。哎，这厂子我可找着了，不过请神的这差事还得劳您王队大驾。哎呦，你可真是弄的，弟兄来到我们这儿，也给我们请客，怎么能让你们请呢？嗨，不都一样吗？哎，穷亲戚，不好意思啊。哎，等会啊，我还有点事想让你办一下。说。哎呀，说出来实在是不好意思啊。王队，您这可就客气了。有什么事儿，要是能办，咱们就办；办不了的，咱再想办法。是这样，老母亲得了胆结石，住县医院，下午出院了。哦，在这皮偏的地方，白车每天早上、中午发2趟，咱们局的车1趟坏了，2趟直到现在还没回来。王队，别说了，是想借车是不是？就是，不算太远。就在黄寨沟大刘庄，40公里。老母亲和弟媳妇，我去送一趟，2个多小时就回来了。哎，王队，那可不成啊！您要是一走了，我上哪儿去接人去呀？下了班就得把他们接到这儿来，要不然谁下了班回家还上咱这儿吃顿饭来？接人这活儿，王队，您可得给我盯住了。对，王队，你可不能走啊！你要一走，我们这儿可就冷场了。哎，是啊。你去？还是我去吧。2桌酒席，你们1人陪1桌。我不会喝酒，一个女的凑桌上，老爷们说话也不方便。40公里2个小时我就回来了。哟，这合适吗？这还是问题吗？成，小丹，那你就跑一趟，注意安全啊。没问题。我就先劳你一趟了。走，王队。早去早回啊，送手机回来。哎妈，到了。大娘，上车吧，小心点儿，慢点儿。可以放后面吗？小丹，不好意思，辛苦你一趟。这条路好记啊，我来的时候顺着大路朝南走，就回到县城了。行，我知道了。对，你去忙吧。好的，谢谢您了啊。不客气。谁也没有想到，这次出车是我与大家的诀别。当时，不管谁出这趟车，都有可能无法发生婚姻事。大妹子，顺着这条路一直走，不拐弯就到了。好，我知道了。女子，你这个车能不能开快些？大妈，这车开的不慢，咱这路不好走，再快就颠了。您别着急，一会儿就到家了。我不是急着回家了，我是说你这个车咋就跟我以前坐的那个车就不一样？我以前坐的那个车啊，一晃一晃的。你这个车儿不晃了，我还不习惯了。你咋开快些？好。大妈，慢着点儿，
啊，女子，这回就可把你麻烦上了。没有没有，别客气了。哎，快接回来，回家里来，家里坐着。妈，你好好休息，我就先回去了。哎，吃了饭再走。不了，我天还得赶回去呢。喝点水再走嘛。不了，那我先回去了。那你快喝点水吧。那妈，你好好休息吧啊。哦，哎，再见。麻烦你了。没事再见哦。哎，再见，进去吧啊。哎，你回去吧。啊，没事。你让大妈按时吃药啊。哎，大妹子，顺着这条路啊，直走不拐弯就到了。好的，知道了。啊，再见啊。哎。是明川警察，死啊你！蹲下，别动！你都别动，该干什么干什么，千万别往那边看。喂，原因吗？听着，别打断我。我在陕西秦谷县一条返回县城的土路上，不管怎么巧了，总之是碰到了通缉犯黄福海。他是古城3起武装银行抢劫案的首犯，还有3个我没有看清楚。他们正在路边给吉普车换轮胎。我这离秦谷县城大约15公里，20分钟开车就到。这是我出来执行任务后第一次与元英通话，也是最后一次通话。元英什么也没说。怎么样？快点！这种地方没车死定了！快来，再加个螺丝。别慌，千万别慌。待会儿收拾工具上车，都显得自然点，跟没事一样啊。我是小丹，我在返回县城的路上，意外和古城913银行爆炸抢劫案通缉犯黄福海相遇。他们一共有4个人，开着一辆北京切诺基吉普车，判断他们应该有武器。这是明川的警车。可咱们干的是古城的事儿，所以这辆警车不是冲咱们来的。要是真冲咱们来的，刚才他们就动手了，也不会只有1辆车。我的位置距县城大约15公里，具体地名不详，请求增援。完毕。车上是个女的，副驾驶座上没人，一般领导坐后边。没事，放松点，放松点。
大哥，这车停下来，咱们。大哥，掉头吧，往回跑。大哥，要动手就得先发制人呢。实力悬殊，又是一帮亡命徒，要歼灭或制服对方不现实。但是这块地形不错，完全可以利用这辆车越野能力强的优势，在这块开阔地里周旋。放屁！这一旦暴露了，大队警察马上赶上。你看这光头村连藏身的地方都没有，你不等死了？他们已经没有备胎了，只要打掉一个轮子，他们就跑不掉。人的2条腿，咱们也跑不过越野车的4个轮子。放松点，一会儿保持正常车速，往县城里开。如果他们觉得咱们可疑，这正说明了不是冲着咱们来的。咱们一跑，反而暴露了自己。对方根据车牌可能有所察觉，如果他们经过这里时突然停车袭击怎么办？近距离1支枪对付4支枪，那就一点机会也没有了。今天咱们是出来干活的，你还没出门就栽在这里，真有事儿，人多的地方也容易脱身，脱不了身也能抓他几个人质。如果对方掉头往荒原深处开，在2辆汽车追逐射击的情况下，打掉轮胎非常困难，距离稍远，子弹打不到轮胎上就不起作用了。放松了，开车。车过来了，要么是他们突然停车袭击，要么是担心调转方向反而暴露了自己，袭击的可能性不大。他们还不能确定明川的警车就一定是冲着他们来的，否则在他们更换轮胎的时候，警方就该动手了，也不可能是1辆车的警力。所以不到万不得已，他们不会主动攻击，只能赌一下了，利用对方的求生心理，争取先发制人的机会。振明，万一前面有情况，你下车。你是本地人，本地口音，情况非常熟悉，没问题吧？知道了，大哥。好，建军，你身上有炸药，一定要小心。就是前面有情况，也别先下车，万一把炸药给打爆了，那咱们死的可太窝囊了。放心吧，大哥，我知道。一旦打响，争夺汽车就会成为他们首要目的，不能让他们以汽车为掩体，一定要保持在子弹的有效射程之外。别慌，千万别慌，常人的速度，稳着开。车里只有一个女警察，这是巧合。谢天谢地，赌赢了。振明，你下车，想办法靠近他，把他干掉。我们需要来辆车。现在警察肯定正在往这赶，时间不多了，不能让他开着车跟他们兜圈子。这种荒下地没有车，等死了。明白。
你咋回事？你警察还是土匪？你什么意思？你敢把我车打成什么了？这是我个人的车，这不是国家的车。这是个机会，李正一枪毙命，给他们造成心理威慑，让他们不敢贸然单独靠近。难道看错人了？那袭击名车又要受到处分了。你警察，你是为什么你害人的？他手是空的，我见过你们这样的警察，怎么也不会由我出枪管。警察咋了？只要我突然举枪，他就会有本能的反应，其实一目了然。你咋回事？证明！证明！证明！我知道你是谁了，你不是明川的，你是古城的，你姓瑞，一定是瑞警官。我听说过你的想法，我就是被你们通缉的黄福海。早知道有今天，老子就在古城把你干掉了。轮到这你在这给老子找麻烦，瑞警官。我知道我们是偶然撞上的，古城离这儿有800-900公里，咱们能在这儿碰上，那才是天大的缘分。看见了吗？这腰带里有30万，是我们哥几个出去干活的盘缠，都给你了。咱们前世无冤，今世无仇，只要你今天放我们一马，来日一定报答。给我打！咱们跑！想分散跑，我就盯住老大黄福海，他们就会分而不散，还得聚回来。真散了，他们就从内部瓦解了，也就没有多少战斗力。贤君，再这样拖下去，县城里的警察和武警很快就能赶到，咱们拼死也是死，被抓住也是死。如果咱们中间有人能逃出去，将来还可以照顾咱们的家人。大哥，我懂你的意思，道理我也明白。咱这次出门就没打算活着回来，到这时候咱就别啰嗦了。你说让我咋办吧？再说我天地良心的说，不行了。如果我和东城逃过这一劫，养老送终的话我做不到，我就不说了。我给你家送去50万。如果我失业，就让天打雷劈，东城也能杀了我。横竖都是死。拜托大哥，你说咋办吧？回来，给我回来！我杀了你！快跑！
虽然罪犯在心里极度紧张的情况下发生精神崩溃是正常现象，但这到底是真是假呢？黄福海再怎么跑也跑不过汽车轮子，而那支枪不能弃在这里啊！一切有为法，应作如是观。违法，如是，又当如何？还是有情本位啊，唯独处理不了一个情字。真希望能有个祈祷就管用的天呢。笨蛋！这样流血，支持不了多久。备胎只有一个，把2个轮胎都打掉，彻底断了他的念想。等等，瑞警官，你听着，一个女人敢这么玩，有种！我黄某佩服，我早晚是个死。不逃了，我做过很多恶，今天我要做件积德的事情。我把枪扔了，我送你去医院，你流血过多会死的。这个傻瓜扔了枪，连自杀的机会都没有了，还是贪生贪晕了头，反而给了我机会，让他靠近。他手里没了枪，增援警察就避免了他的武装顽抗。站住，否则我就开枪了。瑞警官，我已经缴械了，你向我开枪是犯法的。再说，我是来救你的，你这么开枪也不人道吧？所以，你不能开枪。相信我，我真的是来救你的。瑞警官，你爸爸可没给我一枪吗？我早晚是个死，你现在1颗子弹就能成全我。我的生活
还给我智商吃饭，还起诉，剩下一点钱，也算我给社会做过贡献了啊！你刚才还有机会，我太贪了，我刚才想活。你现在没有武器了，我没有权利处决你。废话！我要是有枪，我还用得着求你吗？怎么买这么多方便面啊？那过年了，地摊得15以后才出来呢。我在小卖部备了点吃的。总泡方便面能行吗？不是泡，是煮。我已经备了一个电饭锅了。你看，夜色多美啊！到时候我就躺在你怀里，听音乐，听你给我讲天国，讲地狱。我就这样悄悄地死在你怀里。我的坟头上开满了细碎的忘我。在微雨的清晨，你穿过蜿蜒的小路而来，手里拿着一枝花，在我坟前默默伫立着。我就永远活在你心里了。乖。我以后不能再疼你了，你自己去找吃的吧。小丹，小丹！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丁元英从来没有感到时间像现在这样漫长，他的精神紧张到了窒息，心像悬在深渊的边缘。他做着各种假想，不管感情驱使他做多少种幸运的假想，而理性都清楚地传达给他一种失去的绝望。芮小丹在送秦谷刑警队王队长的家属回家后，在返回秦谷县的路上与通缉犯意外遭遇，在与通缉犯交火前曾打2个电话，第一个电话打给古城的男朋友丁元英，内容不详；第二个电话是打给组长曾华，内容是说明当时的情况，请求增援。芮小丹在交火中击毙通缉犯当地同伙1名，击伤通缉首犯黄福海双腿，吴建军自杀性爆炸死亡。芮小丹双腿被炸掉，左手和左脸有严重的灼伤和大量的铁屑嵌入，严重毁容。当场抓获通缉犯黄福海，缴获现金311400元，北京切诺基吉普车1辆，654式手枪4支，子弹52发，手机2部。芮小丹的遗物：手机1部，现金528元，通讯录1本，炮包1支，钥匙1串。通讯录中已经查到芮小丹的父亲芮伟峰和芮小丹的母亲张慧敏2个人的电话号码。圣丁秃猫的情况就是这些。你马上派个人去，把小丹打给丁元英那个电话调查清楚。这个电话对我们了解小丹当时的心态非常重要。我们必须向小丹的家属如实告知所有的真实情况，不能有一点遗漏。好，我这就去安排。
我们是古城刑警队的，我叫赵国强，这位是王福田，你是丁元英吗？我是丁元英。我们来调查芮小丹的电话，也是来通知一下芮小丹的情况。小丹还活着吗？丁先生，小丹的问题我们稍后再谈。据我们了解，今天下午5点30分的时候，小丹给你打过一个电话，通话时间36秒。我们需要做个笔录，就这个电话的详细内容，请你仔细的回忆一下当时你们的原话。小丹当时说：“我在陕西秦谷县一条通往县城的土路上，不管怎么巧了，总之是碰到了通缉犯黄福海。他是古城3起武装抢劫银行案的首犯，还有3个没看清楚。他们在路边给吉普车换轮胎。这里离县城只有15公里，开车20分钟就到。”小丹的原话就是这样，即便有出入，也是个别词句，意思不会有出入。之后你说了什么？我什么也没说。过了几秒钟，小丹挂断了。你怎么可能什么都没说呢？至少会有个提醒，有个嘱咐吧。小丹有6年警龄，不需要嘱咐。用不用是一回事儿，嘱不嘱咐是另一回事儿。你确定小丹就跟你说那些话吗？就没有再说别的话了？你再仔细回忆一下。确定。这就是小丹说的那些话。那你认为小丹跟你说的那些话什么意思？或者是他希望你能告诉他什么？按纪律，他不应该把案情告诉亲属，可是他告诉你了。我只讲事实，不认为。你看一下，如果没有什么出入的话，请你写上日期，签上名字，打几个纸码。丁先生，你是小丹的男朋友，我们是小丹的同事，也是小丹最好的朋友。小丹救过我，虽然我们没有接触过，但是你和小丹的事，我们刑警队的人都知道，也知道小丹对你的感情。现在我代表古城刑警队正式通知你，小丹已经不在了。情况是这样的，小丹在交火当中击毙通缉犯刚愎烽火1名，击伤首犯黄福海的双手，吴建军自杀性暴死。本侦刑侦线和古城关局确认，对小丹的善后工作由古城关局具体负责，省公安厅刑侦处和古城关局的领导人人。丁先生，如果你知道小丹亲友的电话，请代为转告。那我们就告辞了。丁先生，
我没想到你会这样对待小丹。作为小丹的战友，对你感到非常的失望，也为小丹那么在乎感到不值。在关上门的那一刻，丁元英心里非常清楚，无论怎么解释，都会带出一个他对我的感情问题。在旁人看来，他的沉默是一个高尚而残酷的沉默，给他下一个当我面临生命危险却默然视之的结论，那么他对我的死就负有一定的责任。然而，丁元英认为他对我的感情不需要别人的理解，如果需要理解，就是对这种感情的亵渎。欧阳吗？我是丁元一。什么？知道。欧阳，怎么了？小丹没了，没了。是机场售票处吗？请问有没有明天去银川的机票？一早。要在西安中转。12点50，从西安到银川。明天早上有没有从古城到西安的机票？9点30。好，请帮我订一张这个航班的机票。我叫丁元英。对。
当生则生，当死则死，来去自如。丫头，不简单呐。小丹还活着吗？丁先生，小丹的问题我们稍后再谈。丁先生，我没想到你会这样对待小丹。作为小丹的战友，我对你感到非常的失望，也为小丹那么在乎你而感到不值。欧阳，怎么了？小丹没了。他像平常一样打开音响，过去，他一直以为伤心吐血是文学的夸张描写，而这一刻，他惊异地发现，那不是文人的夸张描写，是没有到那个伤心处。这一刻，似有千万根针刺入心脏，那种像岩浆一样爆发出来的绞痛，撕心裂肺，胸腔哽咽的让人想哭都哭不出来。
丁先生您好，我是古城刑警队的王福田，很抱歉这个时候打扰您。小丹的父亲刚给局里打过电话，说有几句话转达给你，言辞有些过激。没关系，请讲。瑞先生的意思是，他们家不欢迎你，不希望在秦谷县见到你，就是拒绝参加小丹的后事。丁先生，我们只能尊重家属的要求，请你不要去秦谷，避免大家在秦谷发生不愉快。希望你能够理解小丹父亲的心情，也希望你能配合我们的工作。是因为小丹的那个电话吗？是的，瑞先生不能接受你对小丹的态度。行，我不去。到时候我就躺在你怀里听音乐，听你给我讲天国，讲地狱，我就这样悄悄地死在你怀里。我的坟前开满了细碎的无忘我，在微雨的清晨，你穿过蜿蜒的小路而来，手里拿着一枝花，在我坟前默默伫立着。我就永远活在你心里了。刚才还说去大海，怎么就这么会儿钻地下了？不行，你还得把我撒海里。那你就伫立在海边，你看着无际的大海，落下2滴狼狗的眼泪，然后浪迹天涯，又被一个美女收留。如今，他甚至无法知道我的墓地在哪儿，留下的是永生的魂和永恒的美，而我在天国是幸福和无憾的。坦率地说，这是我从警几10年以来
最难启齿的一次发言。在座的各位都知道小丹这个人，家属有什么要求，请讲，我们能办到的将尽力办。人没了，什么都无所谓了。我没要求，也没意见，只求尽快结束这一切，结束这种煎熬。小丹发生在秦谷的善后费用，由古城公安局承担。这个我不能接受，这不是情绪，也不是风格。我的女儿，必须由我来打发。那好，我们同意家属的意见。明天上午9点半，在县殡仪馆进行遗体告别仪式。芮小丹穿警服，佩戴警徽。具体的工作安排由公安局操办。首先，请省厅刑侦处赵政委讲话，然后我代表古城公安局发言。接下来，雷队长致悼词，最后安排芮先生发言。发言就不必了，我也没什么好讲的。就这样。芮叔，我和欧阳作为小丹的朋友，想向您提个问题：小丹会被安置在什么地方？是老家古城，还是上海？小丹跟我回上海。我们以什么样的方式知道小丹的墓址？这个问题，我不想在这个场合回答。芮小丹同志从警6年来，始终工作在一线，立2等功一次，在多次业务考核和技术评比中，均取得优良成绩，圆满地完成了领导交给的各项任务，和同志们及战友相处融洽。我代表我个人，并以古城公安局全体从警人员的名义，向芮小丹同志致以深切的哀悼。我是以同事和朋友的身份来的。我代表古城公安局刑警队全体同志向小丹同志告别。向芮小丹同志遗体3鞠躬。
等一下，小丹不能没穿鞋就走。你去开车，送亚文到县城买双鞋。你光着脚不用跑。行，买38号。我跟瑞叔说几句话。待会儿你们不用租车了，坐我们的车回银川吧。听说你们明天开庭，也真难为你们了。银川到北京的航班下午6点有一趟，你们到了北京还有点时间。瑞叔，您什么时候告诉我们小丹的墓志？如果你承诺丁元英不会来打扰小丹，我安置完了就通知你。我不能。如果是小丹没听丁元英的劝阻，那我无话可说。可事实不是这样，事实是，丁元英连一句担心的话都没说，我都能想象得出来当时小丹的心情。我们有权对小丹的墓地保密，我们有权保护我们感情不受伤害。通缉犯是4名死罪武装暴徒，离县城只有20分钟的路程。任何一个警察都会明白，那是小丹的事，我说的是丁元英。丁元英，他说的话对小丹有没有影响？有多大影响？很大。可他沉默了，我女儿没了，这对一个父亲已经足够了。他失去的只是个女人，他还可以再有第2个、第3个，而我失去的是女儿，不可替换，不可再生。您想保密，那是您的权利。如果您改主意了，请您告诉我。我想说的是，您根本就不了解小丹，而您凭借的仅仅是血缘的权利。中国音响界第一例反不正当竞争案将在北京正式开庭审理。此案由于受到媒体的多方面报道，以及商业伦理和音响价格走势的预测等等，在社会上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再加上庭审前传出，伯爵公司将以650万元的高价收购北京格律诗音响有限公司。深圳乐盛公司董事长、中国音响界风云人物林宇峰称败诉及跳楼等等，使本案显得更加扑朔迷离。本台将对审理过程进行现场直播。全体起立，请审判长、审判员出庭。请坐。深圳乐盛音响有限公司起诉北京格律诗音响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一案，
现在开庭。被告以违反劳动法、环境保护法和禁止使用童工的相关规定为手段，获得产品低于正常的生产成本，以伪造商品产地的方式，对商品质量做以引人误解的虚假表示。从产品的生产阶段就已经存在着不正当竞争，那么延续到市场的必然是不正当竞争。被告以低于成本价销售以乐圣旗舰套件为主要组件的格力式音箱，势必会使不明真相的消费者误以是乐圣公司的产品暴利，以至于产生反感和排斥，致使乐圣将不再是最受发烧友信赖的品牌。被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造成了乐圣公司生产销售系统陷入全面的瘫痪，严重的损害了乐圣公司的经济利益和品牌形象，必须依法承担侵害责任。审判长，我请求法庭准许我方证人出庭作证。准许，请证人赵丽静入庭。我叫赵丽静，是村里的教师。我对村里的生产情况并不是太了解，我只能证明那份格律师公司预备股东扩大会议的会议记录是我写的。当时他们会上说了什么，我就记得什么，而且他们在会的所有人都在会议记录上还签了字儿的。为什么要做这个记录？这我不知道。我想丁哥哥的意思可能是留个凭证，证明大家都同意他在会上提的那个干法。避免以后有人埋怨，这事后埋怨这事儿在农村也不稀罕。欧阳让俺几个来北京当证人，让俺告诉法院，俺个格律师公司到底啥关系。俺想来想去，也不知道咋说。你说没关系吧？那公司借俺钱买设备、买生产材料。你说有关系吧？俺个公司就没搭过边儿。公司这个包装户签合同。包装户才跟俺签合同，然后俺再给大毛户签合同，然后俺从那包装户那儿拿订单定金，自己买板子下料，然后再买个大毛户，大毛户把腻子打磨好了，就卖给漆面加工户，漆面加工户把泡纹好了，再卖给包装户，就是一道一道工序卖下去，全都是现金交易。公司给你们开多少工资？没人给俺开工资啊，俺挣的都是利润钱，干不好还赔了。抗议，原告律师在诱导证人。抗议有效，请原告律师注意。我收回刚才的问题。他们几个把该说的都说了，我也不知道该说啥好了。反正再说还是那些，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凭良心说。俺王庙村的人呢，都是不想让公司输这场官司，人家公司也是扶贫呐。要是公司输了官司，俺农户没了订单，那俺借那一屁股债可咋还呢？那人总得讲点良心吧，俺也不想坑公司。公司不管你们，谁来控制成本质量，
谁来监督劳动效率？那还监督个啥？又不是给人家打工，那都是自己的生意。你想偷懒，想浪费，你随便。那一道一道的工序都是连本带利的现金交易啊，出了问题都算我的手里头了，要赔都是连本带利的赔啊，那管人家啥事呢？谁也不愿意去做到冤大头，不是？你们知道不知道，你们的那种生产方式违反了劳动法、环境保护法和禁止使用童工的规定，是违法行为。你们很苦，包括你们的老人和孩子，你们有权要求自己的合法权益，有权获得劳动报酬。你们不是谁的奴隶。咦，你是咋说话了？你这是？农民种地算不算生产？啊，农村哪个孩子没到地里干过活？我咋从来没见有人管过来？那都不叫使用童工了。都别说那好听了，俺村儿是贫困县里头的贫困村儿，到现在能有活干的不错了啊。城里咋了？到城里都成了城里人了，那城里还不得脏活累活照样干，到时候还不给工钱，还不如俺现在这样嘞。俺都信丁哥说那句话，别把自己太当人了，要吃人家吃不了的苦，受人家受不了的罪，做人家做不了的成本和质量。除了这，那说啥都是假嘞。你们只接受格力士公司的订单，还是其他订单都接受？如果粤盛公司和其他公司也向你们订购箱体，你们能够接受吗？俺巴不得嘞，只要俺能做嘞，俺都接，越多越好。一开始丁哥就讲这个道理，俺也是为了将来能多接活才这样拼命嘞，要不然俺图个啥？我没问题了，请证人退庭。诉讼双方除了现有的证据，还有没有新的证据？审判长，我有问题需要向对方的当事人欧阳雪提问。准许。欧阳小姐，格力士公司在你进入前的酝酿阶段就已经确定了扶贫的性质，包括已经确定了的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用你的话来表达，就是大哥操持这事儿。你作为格力士公司51%股份的控股股东，一不懂技术，二不懂管理，三没有时间。请问，你后来是通过什么方式履行了董事长的职责？公司有大事儿，我会去找大哥帮我拿个主意，就是丁元英。股东和农户不可能违抗命令，因为是他们请大哥帮忙的，是他们给了丁元英命令的权利，包括我。你请人家帮忙就得听人家的，不然就别请。我感觉公司和农户在大哥手里是一盘棋，他既要考虑农户的前途，也要考虑公司的前途。农户如果只是打工的，就没有长远前途，也就没有做一番事业、靠市场生存的积极性。公司的产品如果完全被农户控制，那么公司就不安全。公司必须得保持一种靠市场也能订购配件的选择。丁元英让公司和农户既从产权上独立，又在市场上联系，不然只会越扶越贫，最后还得把公司给搭进去。我说完了。我们的农民兄弟缺乏对复杂事物核心规律的判断及自我维权意识，我们可以理解，也感到很痛心。格力士公司其实是以市场的方式达到行政管理的目的，因为农户没有选择，本质上还是隶属关系。市场经济的依存关系不等于资产权利的隶属关系。如果对方律师认为两者属性等同，请你拿出法律依据。扶贫不是给予，不是慈善，是向农民输入一种市场经济的生存观念，建立市场经济生存的方式。丁元英先生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才从产权的根本上让农户独立。王庙村穷是客观条件。过去几十年书写式的扶贫，为什么越扶越贫？就是农民在等救世主。丁先生用产权独立的方式告诉农户，从来就没有救世主。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只能靠农民自己。转变了观念的农民，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这正是我们党一贯倡导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反对，过去是给党干，现在是给自己干。
反对，审判长。我认为原告代理律师不可以把党的利益与贫困农民的利益相对立。反对有效。法庭提请原告代理律师注意你的言辞。对不起，口误，我刚才那句话收回。原告律师出于推定格律师公司不正当竞争的需要而无视事实，主观认定公司与农户是隶属关系，已经背离了以事实为根据的法律原则。如果原告认为王庙村个体工商户的生产方式构成了不正当竞争，第一，要拿出法律依据；第二，要明确起诉对象。审判长，在 Hi-Fi 音响市场，乐盛是为数不多的能与洋货抗衡的民族品牌，就这么被同胞兄弟从背后捅了一刀。格律师事件并不在于它自身有多少能量，而在于它引爆了能量，在于它修改了竞争规则。一旦这种行为被法律和社会默许，那就无疑向社会传递了一个信息：我可以这样竞争。各行各业，凡是适合这种生产方式的产品，都会卷入这种恶性竞争。我们看到的将是这样一幅画面：一边是洋人对中国的产品实施反倾销，一边是国人在自己的窝里恶斗。反对，这是用泛民族主义取代法律。法庭现在是依据法律对本案进行庭审，而不是用本案去评判法律。够了。林宇峰沉静地开着车，脑子里还萦绕着庭审的场面，心里有一种解脱的轻松感。全体起立。经本院审理，深圳乐盛音响有限公司提出的诉讼请求，因缺乏相应的事实和证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判决如下：驳回深圳乐盛音响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乐盛公司的林云峰先生求见。你们几个把这几件事再好好议议，我去处理点事情。好。就是这位。你好。你好，林宇峰，请吧。林先生，好，请坐吧。谢谢。想必韩先生知道我的来意啊。林先生是音响界的知名人物，袁英是我的朋友。你们的官司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林先生来，应该是和袁英有关系的事儿。我想去古城和丁先生当面谈一谈，把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做个了结。但是，我不知道丁先生在古城的地址。这是袁英在古城的电话和地址。为什么告诉我？林先生是有身份的人，这是我对你最起码的尊重。如果你要是觉着我不会告诉你，你就不来了。你不担心吗？
我不告诉你，你就找不到他了吗？我告不告诉你都不影响我对这位朋友负责，除非我不存在了。你可以打电话通知丁先生，我这就去古城找他。袁英是个明白人，应该知道这件事情你早晚会去找他说道说道。我现在要是通知他，无非是让他有个应对，这样对你对他都不够尊重，还是保持他的本来面目比较好。那我就告辞了，谢谢。如果不介意，韩先生能不能解释一下你那辆宝马汽车的事情？啊，当然，你可以不解释。那是我和袁英打赌输给他的车，朋友间的一点谈资。至于说打的什么赌，那得等我不做正天总裁的时候才能抖了。悦盛公司，林宇峰。林先生，
怕死吗？岂止是怕死，生老病死。坐回去，再喝最后一杯茶，全当我给你喝醒醒酒。此时此刻，面对这样一个一脸憔悴的男人，林宇峰从心里再一次感叹杀富济贫设计的精致。看似平庸而大智若愚的招数，在不知不觉里融为一个期望的结果。这需要多么严谨的思维和繁杂事物的精确判断。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确实棋差一招。深圳粤盛音响有限公司提出的诉讼请求，因缺乏相应的事实和证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判决如下：驳回深圳粤盛音响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坐回去，再喝最后一杯茶，全当我给你喝醒醒酒了。喂，赵青。我的天哪，你怎么回事？我刚从古城出来，刚会过咱那位丁先生了。我看你不像是怕死的样子。生老病死，有谁因为怕就躲过去了吗？你是不是料定了我不会杀你？你不缺杀我的心，你缺的是一个杀了我还不影响你自我评价的理由。如果我说我料到了，你会用开枪来证明我判断的错；如果我说没料到，你会用开枪来证明我撒谎的错。怎么样？何许人呢？算个人。这边当庭宣判，余生卖手。这么惨呐，连个择日宣判都没混上。行啊，这下踏实了，不用再扭扭捏捏了，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吧。你怎么把客房给退了？我不回北京了。鸡公山是个有名的避暑胜地，我去山上溜达溜达。你先把严所长他们打发回去，然后和司机一块儿飞武汉，顺便视察一下武汉公司的工作。咱们武汉会合。鸡公山离古城700-800公里呢，一个人开车不行啊。这样，要么你立即掉头回北京，我带2个司机出北京一路迎你；要么你就把车开到郑州住下。我和司机最迟明天中午赶到郑州，我陪你去鸡公山，严所长他们就交给市委打点吧。哎，我怎么听见你这话里有话呀？想哪儿去了？我只是心情不好，失眠睡不着觉。咱是人呐，还没成仙呢，你就让我散散心，折腾折腾啊！把我折腾累了，痛痛快快睡一觉就好。说好了啊，武汉会合，我挂了。别挂了。杀富济贫，真能救了贫吗？说说，怎么个不能？杀富富不去，救贫贫不离。
旧主的文化为旧主可说，旧主不是人，是道。得救不是破了戒的狼吞虎咽，是觉悟。格律诗扶贫是不治之治，说扶说救都是虚妄，赖着痞性胡说。充其量也就是个现代版的灰姑娘，跟你们乐圣画点圆而已。这就是你最不地道的地方。什么都知道，还什么都干了。你侮辱法律，奴役农户，败坏市场风气，你毁掉了一个响当当的民族音响品牌。从你身上，哪还能找到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应有的社会责任和道义？又算是什么英雄好汉？我来古城，就是想见识一下你是何许。这2颗子弹本来是给你的，你留着。你死不死对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不能让你太自以为是。我要让你知道，我看不起你。97的加满。师傅，这儿离鸡公山还有多远啊？有近300公里，赶赶天亮就到了。谢谢啊。古城之行了却了林宇峰一桩心事，他知道诉讼之后等待他的都是些什么。股东、债主、公司、同事，方方面面的人都来跟他做工作，然后是乐圣与葛律师接洽，然后是谈判、妥协、签字画押。无论你是扭扭捏捏还是半推半就，其结果都早已被人注定了。他无法躲避，但是他又不愿面对，更无法承受。他不想让人看出来他是自杀。他所设定的死，只是由于疲劳驾驶所导致的一次意外事故。原来是可以被憋死，就这样吧。一场诉讼在乐圣知名品牌的烘托和媒体的大肆炒作下，使葛律师公司一夜之间名扬四方。一时间，报纸、电视、网上围绕着得救标准与得救之道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讨论。而林宇峰的微妙之死，更激化了有识之士
针对丁元英个人的痛斥。你进。韩总，坐吧。商厦调整中层管理机构的方案草拟好了。您看袁英这事儿怎么了？这媒体都炒成一锅粥了。他这人一向清静，怎么捅了这么个马蜂窝？袁英已经不关心这些了。手里的人不在了，这些对他已经没有意义了。丁哥，你找我？来，里边坐。来坐。我这准备，最近也该走了。趁着明天是中秋节，把你叫过来，有几句话想跟你絮叨絮叨。你也趁着这个空，回家过个节。丁哥，你看小丹的事儿，我也没。刘斌，咱们终归是有一段唱片的交情，啊，临走前我多句嘴问问，以后有什么打算？没什么打算，先混着呗，看看以后咋样。这公司咋说也是我白手起家就跟着干起来的，有感情了。只要公司不赶我，我就跟着走。公司刚筹建的时候，很多事情要顾到人情，现在改组了，就要走新章程了。搞市场光靠人情不行，这个你心里要有个数。只有你行，你才有机会。这股的事儿，我把欧阳雪给得罪了，肖总肯定对我有看法。他现在忙着跟乐盛公司谈判，好多事儿顾不过来，等他腾出手，我估计就该收拾我了。你既然预见到这个结果，那你的坚持是为什么呢？我好歹也算创建公司的元老，我的资历只有在这个公司才有用，换个别的地方就没用。肖总真要赶我，我认命。肖总要是给我个机会，那我在公司里就还有希望。我也想过自己做点事儿，可现在啥生意都不好做，还是待在公司里稳当，起码不至于赔钱吧。如果当初对诉讼没点判断，你们还会不会退股？不会，我们不知道丁哥事先已经算计好了。当丁元英问完刘斌这句话后，已经明白了，葛律师的事还没有完。他是个有始有终的人，他不得不以防万一。根据民事诉讼法，如果有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的，可以在判决生效后2年内提出再审申请。公司要赶你，不会等到2年。这个大二代理的原始文件作为新发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如果推翻了原判决，你知道公司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刘斌，你我这点唱片的交情，我能帮你做的也就是这些了。你要记住，这个只能用来保住你的工作，
不能成为要挟别人的筹码。我这么做已经是很不要脸了，希望你不要让我更丢脸。我懂，我懂。好，那就不耽误你时间了。明天过节，早点回家看看吧。丁哥，那我先回去了。肖总不是个小肚鸡肠的人，你要是行，你就有机会；你要是不行，到哪儿都一样。我懂，我懂。我先走了，丁哥，再见。刘斌欣喜若狂，仿佛又抓住了命运的主宰。雅文吗？你到我这儿来一趟。来，请坐。大哥，中秋节快到了，给你买了几块月饼。谢谢。邮件是小丹的父亲寄来的，昨天刚收到，上面写的转交给你。是法兰克福大学寄给小丹的入学通知书。谈判进行的怎么样？大的合作框架还没有谈，就基本确定了。一，乐盛公司将独家有偿使用格律诗品牌及音箱设计专利，独家经营双组分音箱。今后的乐盛旗舰双组分音箱被命名为乐盛格律诗。二，格律诗公司的音响机架产品将全面进入乐盛公司的销售网络。三，乐盛公司将王庙村确立为乐盛格律诗和乐盛旗舰及其他高档音箱箱体的生产基地，由格律诗公司对箱体质量提供有偿担保。四，乐盛公司撤掉高档音箱箱体的生产线，将设备按工序分解，折算价格后以加工费偿还债务的方式借贷给王庙村生产专业户，由格律诗公司承担债务风险担保。谈到第几轮了？第3轮，昨天是最后一次谈判，主要是解决一些细节上的争议，确定10月9日8点19分在古城明珠饭店举行签约仪式，也就是后天。8点19分，怎么还有整有零的？这是乐盛方面的意思。公历10月9日正好是农历8月19日，按公历是取实在长久的寓意，按农历也是取发要久的寓意，是一个双吉日。签字时间也是取发要久的寓意，是一个吉利的时辰。南方商人讲究这个，就随他们了。在古城签约主要是照顾王庙村的农户，因为有几个项目是乐盛与农户直接签约，农户可以省点去北京的费用，也显得乐盛公司亲和。冻结在索林特的资金很快就到期，柏林那边的事情得回去处理，我就不在古城待着。这个我想到了，我什么时候来接你？订几号的机票？
辞退，让他有一个留在公司继续工作的就业机会。行，我记住了。欧阳雪是一个很务实的人，当初入股公司有碍于情面的原因，也有支持扶贫的心态。就他本意上说，他除了对酒店有兴趣，对其他的事情一概没兴趣。所以你的接手对于他是一个解脱。以后如果没有特别必要他出面的事情，就不要去打搅他。他只有待在酒店里忙着，心里才踏实。大哥，我有些问题想问你。如果你不介意，我作为小丹的朋友，能不能向你提这些问题？对这些问题，我有自己的看法，但那毕竟是我的看法。我想问的是你的看法。可以。小丹给你打电话，你为什么不阻止他？小丹的电话只有一个意思：道别。面对这样的道别，我能说什么？我有什么可以说的？我知道我阻止不了小丹，小丹也知道我不会阻止。小丹不会因为有了我的阻止而有选择，我也不是因为阻止不了他而没阻止。为什么？因为他是警察。好，副院长这儿。距签约宴会只剩下3个小时，刘斌心里在感受着时间一分一秒的消失。他觉得自己的命运现在是以分钟来计算。葛律师公司的胜诉，把他在精神上抛进了痛苦的深渊。仅仅一个错误的判断，就让他与那个近在咫尺的锦绣前程擦肩而过。那是一种怎样的煎熬，怎样的心痛！当一切似乎绝望的时候，丁元英给他的新证据，又使他看到了一线曙光，就像溺水的人突然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他认为金钱是衡量一切的准则。这时候他被一种强大的力量主宰着，血液逐渐上升，想象力逐渐膨胀，仿佛手中已经真的把握住了什么，不能甘心。刘斌心里涌起了一股出征决战的悲壮，他要告诉众人，他刘斌也是力挽狂澜的人物，非等闲之辈。
如果在肖亚文清除我的时候用这个档案，顶多保住个打工的机会。如果我是出于良心在签约仪式上把新证据当成爆料，那就是一条爆炸性的行为。如果我救了乐盛公司，乐盛就得开个价。有了乐盛开价垫底，欧阳雪和肖亚文想躲过这一劫，就必须得给我开更高的价。人人都自私，除了钱说啥都是假的。哟，刘主任，请进，请进。来，里边坐。忙着呢。来，不忙。赵总要求每个人把协议最后再看一遍，看看还有没有什么疏漏。哎，你这个东家不去招呼客人，怎么跑我这儿来了？说是让我回来配合欧阳雪搞接待，可欧阳雪没给我分配一项具体的工作，就这么干晾。今非昔比，不招人待见了。你这话可千万别在我这儿说啊，别让人误解我是在搬弄是非。我找你有事儿，有大事儿。乐盛公司我就跟你说，我想见见你们赵总。在见赵总之前，跟你打个招呼，听听你的意见。什么事儿啊？法律规定，如果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在判决生效后的2年之内，可以提出再审申请。我想问问你，如果再审能够推翻原判决，现在对乐盛公司还有没有意义啊？你这是什么意思呀？如果我在肖总和赵总正要签字的时候，当场公开葛律师的内幕文件，你们就有了新的证据，就可以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乐盛就能胜诉。如果乐盛胜诉对你们已经没有意义了，那我就没必要这么做了。如果对你们有用，你们能出个什么条件？兄弟，你这是想钱想疯了。丁元英是什么人，你比我们清楚。就算是有你说的那个新证据，那么重要的内幕文件，能放在你手里？哼，这你就不知道了。我和丁元英还真有点交情。丁元英要回德国，他可能也看出肖总要对我下手，特意给我留了一个保饭碗的招。那个装有内幕文件的档案袋就是他亲手交给我的，贴了封条，还做了蜡封处理。那你怎么知道那里面肯定就是内幕文件呢？我了解丁元英，丁元英这人从来就不撒谎。他的意思是让我在必要的时候拿这个吓唬吓唬肖总，能保住工作就行。但我可不想这么一直打工。咱们2家公司现在正在合作，你这么做合适吗？你们能让林董事长明目而没去做，你们合适吗？推翻原判，葛律师就完了，所有的东西都归你们乐盛了。当然，赵总是有脸面的人，我也不为难你们，咱谁也不干那偷鸡摸狗的事儿。表面上我是出于良心和正义感站出来揭露真相，跟你们乐盛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们是后来被感动了，才给了我奖励。你估计赵总能给我点什么？如果错失一个可以推翻原判决的机会，这个责任我承担不起。如果是一场闹剧，断送了2家公司的合作，这个责任我也承担不起。如果把这个难题上交给赵总，那就等于把赵总拖进了是非之地，连个缓冲带都没了。刘冰连丁元英这样帮他的人都能出卖，还有什么不能出卖的呢？
你是怕我身上有录音吧？我还没小人到这个份上。这房间里就我们2个人，你说什么死无对证，我说什么也死无对证。你对乐声公司的情况很了解，我就要你一句话，你们能给个什么条件？兄弟，我现在听你聊这些，就已经冒着丢饭碗的危险了。我懂，我就再不是人，也不能出卖你啊。我知道你在格力士公司的处境，你的心思我也明白。这样吧，咱们先定个小人协定，你仁义，我就仁义；你不仁义，就别怪我不仁义了。你放心，我这个人最讲义气了。如果你的新证据能把这一局扳过来，格力士音响店就归乐盛了。如果你对公司有特殊的贡献，以我最保守的估计，你至少可以得到1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你还可以担任格力士音响店的副经理。按公司规定，副经理可以得到10%的利润提成。就这些？我说过，这是按最保守的估计。如果你纯粹是为钱，那也可以按律师代理费的1/3计算。如果你想当经理，有配车，那要看你以后的工作成绩了。行，我知道了，我回去考虑考虑。我再重复一遍，你仁义，我就仁义。我要不仁义，你可以什么都不认账。我先走了。丁元英，你也有失算的时候。他们不必计较面子、名分，一个个活得轻松自在。可是他们辛辛苦苦工作了一辈子，赚来的仅仅是一时温饱。他们不知道还有个花花绿绿的世界存在，还有高雅和脸面存在。天上那么多的星星，总得有一颗是我的吧？大家请安静，各位来宾，各位朋友，深圳乐盛音响公司、北京格力士音响公司王妙存个体户签约仪式现在开始。我首先代表主办方对大家的光临表示衷心的感谢。下面不能去找肖亚文。虽然肖亚文是控股的股东，虽然他是董事长兼总经理，但是他的身份和地位是得益于欧阳雪的支持。至少在他还没有完全坐稳之前，欧阳雪的意见对他肯定会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感谢大家的光临。应该去找欧阳雪，跟欧阳雪谈。欧阳雪也是股东，毕竟还多了一层同乡的关系。过去我们2家公司经历过一些不愉快，但是我们始终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相反，我们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不愉快的摩擦。我相信这个签约仪式将是我们公司一个新的起点。谢谢。你怎么不进去？哦，这儿说话不方便，到那边去说。来2杯咖啡。什么事儿？
这是丁哥亲手交给我的公司内幕文件。这些文件可以作为新的证据推翻原判决。肖总和赵总一会儿就签约，时间已经不多了。我不想当众公开这些文件，也不想让这些文件落到乐盛公司手里。我有几个要求，如果你答应了，就什么事儿都没了。你敲诈我？我敲诈你？当初你那么痛快地答应我们几个退股，萧亚文入股才几天，伯爵公司就出了650万收购郭律师。丁元英早就知道诉讼的结果，可他什么都没说。这些都说明什么？说明你们从来就没真诚过。我就3个要求：第一，给我20%没有垫资负债的公司股份；第二，总经理的职务由我担任；第三，公司给我配一辆25万以上价位的轿车。我没别的意思，就想像你们一样，活得像个人。都说音乐熏陶人，听了那么多的音乐，就熏陶成这样。看来这音乐，你听不听都没多大关系。你干脆点，答不答应？亚文是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公司的事情由他来决定。如果因为这件事情他来征求我的意见，我会告诉他我不同意。我从不记得公司有什么内幕文件。如果是大哥人为造成的后果的话，我会去找他问个明白。你考虑好后果，别怪我没给你机会。我是摆馄饨摊过来的，不吃这个。既然你们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了。刘斌惊呆了，他望着那些白纸，就像望着一堆嘲讽，一种从未有过的疲惫、恐惧和绝望交织在一起。他明白了，就在他触动档案袋蜡封的那一瞬间，他就已经推开了地狱之门。先生，你不舒服吗？走开！他对乐盛公司不再有用，他对格律师公司也不再有用，周围所有的人都会鄙视他。怎么没想到先打开看看？为什么要相信他？这种人也会撒谎。
秋夜的天空星光闪烁，满天的繁星在刘冰的眼里似乎都变成了一只只冷漠的眼睛，充满了轻蔑。他不由得从心底发出了感叹：世界太大，大的能包容罪恶、阴谋、眼泪；世界太小，小的竟然没有他刘冰的立锥之地。秦元英，你撒谎了！你撒谎了！他知道，只要从这儿往下一跳，他就解脱了，再也没有痛苦和自卑，再也不用面对孤独、恐惧和无所归依。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19分，这是个良辰吉日，下面请各方代表正式签字。今天多喝2杯，恭喜娘子。这参加领导了。赵总，合作愉快。合作愉快。大哥要走。喂，刘冰跳楼了。瑶儿，上次你来古城，大哥跟你说过刘冰什么事儿没有？不好意思，久等。都齐了吗？哎，走吧。走，上车。大哥，你又要挨骂。